中华各位贵宾，今天日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农历9月15，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讨教，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前面同志，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前分不少，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王院长，以及真济位立法委员助攻前呢，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也有咱一贯的总会理事长，也有咱这个科技朱理事长，加上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报告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基础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大娘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姜老先生代表来感染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建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金先生代表，有咱前新中华接手先生、老范接手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文化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学姐江永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济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人各位建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前人，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首先感谢上天赐予生活的自由，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及大娘的前言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弘扬义和圣人落实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令人喜悦与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与美好，更希望以和大家相爱与友好，让我们情非不孝，互合有条的感恩与感谢。咱无需大家
尽心尽力的交力，将社会文宣货币改变，甲交通经济便利，变不团结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约是，要用每位成员以贵宾和联宾分归，主会甲感谢伊个不时辛苦关怀的用心，前辈的成员成员，亲像美国转来的这有澳洲的回国的这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这也有菲律宾、泰国、甲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拢是阮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获得最佳的鼓励甲助力。更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生活。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圣人落成的喜悦，更充满着对于做父亲付出之奉献的感怀。依照无限的感动，以及甲上天体验的温存，这是一切都辛苦，天恩世界，让我们经验受精华的体验，建立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日会相长之前，能让大家对天恩之团生发实信，对真理抗拒更加坚持。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以得名去了过去的这个生活与良善，以至个人社会特殊的这个温暖。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将平的幸福以以前一样，中央的东西也已经交出，因此我们平均看到每位今年社会改变。多年经济完成做场美好的精神，捌得付出，互相的关怀，在富裕欢愉的环境中，时时保有自敬、纯真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所在的天时，度过之间，让富爱的青年有一个公平的天下，为了实现因领出正确的方向，当真心多年的生活，道德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我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厝的世界就是烟花花、面皮好。在此呢，互我继续鼓励中华贵宾、各位老前人、各位前人、各位乡亲。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我在此特别代表着天下二个圣人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的幸福如意，祝福健以上，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我是弟子，跟你这个。
各位前人各位选班师，各位兄弟姊妹，道具。今天是清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道人这个秋季大典一个短期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堂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亲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新义圣堂的陈先生多点个诗还有其他各位讲师，我为他们几位道喜。我们老先人追求到现在14年，我们大家都是新义的同学。那么在这个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报答先人，那么怎么报答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不超过10位讲师，大概是8位，也不知道是几位。听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的，而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内部上些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了。
对咱以为正常来讲，有无嘛即个锅咧，希望团结在一起咧，会当完成即个道理代志。完成了就是万国九州，而且挑战咱大家在座以及迄个将这个感谢咱这个古老先民咱开始。接下来，恭请咱立法院王议长金平大地咱弟子，请大家记得咱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很优秀的人，当老先生，一路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北，那个老先生很优秀，那个因为勇敢，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养人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心，咱的收条长，各位议长，来自中央各级常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会，是咱总统的李克强，咱的咱老太议员，跟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是一个真正事为止。我老先生即我有甲大家讲，是咱一贯道一年有4个即个大节，咱今日是秋节，是日子。咱遇到圣人，会当用着较好一个日子，那么来。对有性人配有语言检查、语文的这个能力，因为咱必须咱不一样，做来参加，来有性人收入咱这个性格来管理来讨论，不但咱们管理，是讨论，咱有性人经过5年这个事情。政府呢，感觉所有那么变这条边面这个正常的来准备，开始历史啊，这种呢，是咱模拟主题，那么出现，咱的理由，所以咱看到人民国家分析分裂，医生问题。大家呢，咱讲切刷检查，完了最后咱讲处理完满来完成咱性人的任务。今仔日，咱来下面头前的，就是一个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庄严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团体，就是前论会处理那么共同，来达成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由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有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将近200万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不足，会当让大家遵守不能去遵守保佑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法。所以呢，有这一般的。存在，一般的教育。
目的。那么一方面来负责，一方面来实行。那么有咱能讲真正达到互利相合，达到净化民心，的这个目的。咱希望在咱保留的主题，那么我菩萨在咱教育下，咱哪个咱记住了，他精细万宜，并且这个符合的这心，那么咱心定来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符合的咯，让咱社会真正达到一个真祥和、真安和的这个平台。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共同来努力，做咱有性人和重要的有业英雄。那么会当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恭祝咱所有贵宾、各位同亲友乐、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这半路的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公司的这番的鼓励希望以这种的鼓励这个支持的会当来教导咱好好的学习以后呢会当好好来精进着家己，好好来实现咱的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的这个进化。也感谢咱公司这个鼓励，感谢。接下来，在中间咱所挽救这个换地来的地主他的一个家来中间来地。大会对些政府的指标，咱高标电码，以及咱地方的公仪表，以及校议会，咱一贯的经济总干辅导前人。李主调、洪建林、以及咱科技李主调，咱管理会做仪表，这个照顾大家会做仪表，咱洪老建林以及各位建林、各位家长书。各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道亲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题大典，更加互咱感觉无限高兴的所在，就是咱新湾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冠道的道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湾山，看到这种遮尔伟大的建筑物，伫咱干老天爷以及咱
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县长、咱机关的保公所，伫遐遐尼伟大的建筑，会当落伫台湾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赏、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党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年甲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湾乡娱乐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德，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讲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啊，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贡献牺牲的点传珠，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项目。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推动，吸引国际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超过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宜和性德，咱新湾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仰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后前年政府理事长。各位点传珠，各位道亲，表示10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国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所
做环境的大二报告，大二报告，来宾听友，来宾听友之分，请示发文，有老师谢谢。那么这些机会都是提醒，比如说咱未来建设的当中，也是咱历史外开发新民上解好的场所，嘛是我咱历史外设一个标准信息上解好的所在咱环境的支持之下呢，希望咱即刻足紧的会当来临，这个所在，再度来感谢咱这个所环境来去的来感谢的。接下来咱来共听着中华民国1贯的国会王理事长分析大典，咱记住，请伊个感谢，共听伊咱记住。原料是分前国，日本流呢，
因为老师年希望的，我那的东西，我的一单呢，都从他那里过本事，高压民国的明白，基础不单位，开天弄国华，一开店，到年一定有变的。 今天那个组合政府要提，所以定另外的会议电脑平台如何共同这些到情况前呢？咱们人说了，这样才来当主要政策管控，政策科幻科技这层面呢？ 是我们啊，努力医疗设备，医疗宏观经济国，是发展中华人民。而一年的人民谈，合作重点，力量服务平衡，有性等平衡，就是有咱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发展重办。 包括实现日本结果不一样，积极修理下推各边边新闻医疗，依法执行人员的世界人是终结稳定，共同大家人民，最后提出咱政府的计划成功，作为中华人民。 各位老人民，在你看书、耳听、听闻、心心补充，有不变，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各位各位开始自己说的自己的同学大家心里的这样的意义有这个帮助，还是因为买到我们标杆与理解。 首先，这个书里，咱哋这些在义务到底达到了办做的这些统计，这些都在在统计的相的刚提的都积极性的做有关的这个再来，咱哋用这个科技主力主力工业在这个技术，像什么第一个像用这个技术性的技术。
希望把我们观点能够提出来，大家共同来推展。今天呢，育儿市场我们落成，当然我们全国到场非常多，我也参加了很多。在座呢，我们总会理秘书长、教务处长大家都在这里，大家共同来推展。我想这次都是我们到区呢每天要做的，那么也是我们的功课跟责任。那么大家共同来努力。那我想，我们把这个主题价值推展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刚刚王院长说，我们将近200万，我想我们到区应该不止200万。那我们有200万，占了我们至少200万，占我们总人口数呢，至少在1/10以上。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主题价值传播出去，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祥和，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富强。那么我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感想跟观点，等大家共同来努力，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把它讲出来，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努力。谢谢大家，也祝我们大陆长岛，那么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刚才春季主题不定的可能政府方面的议题，也在讲对了解咱这一贯科以这个社会上面以过去到即卖一直拢是扮演扮演到这个角色。那么嘛，希望伫未来咱大家爱当付出一贯科的技术的所有人这个更加拍的更加努力。在做这个简化程序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更加上手。这个所来，咱议员跟在座议员的感谢，感谢咱这个主席在这个感谢，感谢。接下来呢，咱来中车的这个考虑会的这个水准来的历史，跟议员的感谢来中车的历史。大会主席邱定明，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吴秘书长，以及咱的朱秘书长，咱贺庆义朱秘书长，咱所有的监理、讲办处、关主、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会咱来参加咱今个议会这个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风台的景观，以及是展览馆，这个好风景区50号出口这个所在，差不多跟会使讲提外地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文化带来民族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台湾的保护之外，我相信咱的经济如何进程的体育，嘛会当互咱一贯和咱在核心另外一个经济架构的一个所在，所以很欢喜咱这如何进程会当进行。来开幕启用，咧这一次机会来满咱遮所有的热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台之前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热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哋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遮的热心，咱遮的贵宾，感谢各位，谢谢。刚才咱好几位这个接到这个。
对，没有。大会报告。一般都会往历史里，但是无现在大会出现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许志生小朋友请至主场。这里各位评分时间之外，大家来。今天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报告根据8116516你的生日阻碍交通，请进入离开。已经日拢成果，所以是咱认为在高楼体领导之下，办好首场的道路拢开始得了。尤其有咱香港高楼体的保持合法，坚持的领域也大家今仔日也是加入现场，我相信。
湾的话，通常会比较像比如说，你们听过永平基金会？永平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的知道吗？对，郭台铭的女儿啊，他们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郭台铭的。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成立基金会来做这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相连在一起，大家就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有的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八八风灾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金农场，就是地方在那个机会嘛，都是有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叫做社区一家？好，应该有听过，这是什么样的方案？哈，信义房屋它从几年前开始哈，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叫他们拨出一笔很大的经费，然后在10年间要补助你是人民团体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你是个人补助，那我们是一个人，不用用团体的很好。可以去主动提出方案，要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贡献的事情，然后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就补助你钱去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好，新房会用这件事情推动很多。好，新房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会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金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这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其实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2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有在行销的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哈，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好，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你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以上的过年的好，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租地比较简单，没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租地库了，对不对？可能选很慢。好，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好，没有说这样是不好的，好，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好，再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好，什么是时间银行？哈，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被讨论很久，在台湾之前曾经实办过，可是没有成功。哈，那在日本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但是后来被讨论的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它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像我们这样，我们是好像参加一个社团的，我觉得它是蛮值得被尝试的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会的东西，或者是你会有时间，那你可能贡献你的时间或你会的东西来为别人做服务，然后把它累积成时数，换得透过做服务。什么意思？哈，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发展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志愿服务手册，对不对？那
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跟相关的程序，他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个我会，好，老师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指导手册，我可能用了4个小时。好，这4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你这样都能学起来4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好，就会有4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好，那个各位大哥，好，一家人想出去旅游，一家人每次都不平常糟糕，没有人去照顾，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养狗有养猫，我们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朱小姐那个我们家人要出国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把猫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好，他就帮我证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对不对？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好，我累积了20个小时，好了，好，有一天，我想说，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是说，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哦，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好，她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好，然后她是志愿服务哦，她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好，我先换10个小时，好，就是1个礼拜呢2个小时后，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个就是时间平衡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平衡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这些东西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现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就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嘛，好，你有骗钱，你没公关，你要钱爱找银行那样嘛，一直在干嘛一样那样，好，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制度。可是中间有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以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我们居住地方不一样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我们可以交换这样子。这个是时间平衡的概念。那再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志愿服务的2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或者我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所以讲到小朋友，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辈，比如说像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现，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身心高度包括据点里面都是老人服务好的。好，所以志工呢就开始有很老的老人当志工，好，很小的当志工，好，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些退休的他比较有空，好，这个比较请出来当志工，这个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听说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是有一个设计的方法，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我们以前没
念就是好像每个小朋友就手机来就是看过在做国章吸收，好，那我会觉得呢，因为你就是要出去2个小时，我就3个小时，对不对？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好，所以我们就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对吧？都会有那个李明来说，对，你哪个要是要啥要这个来正解那。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才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胁迫你哈，念圣洁经啊，我里面我在这里一个脏话一个脏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万事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你要先努力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他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你猜猜。好，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我们学校如果媒合会每个人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是不错。有过今天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媒合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6分钟，这个也算好的。图书馆。家的人跟我说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常常现在去市区或是一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纸包拿着这样子的发票，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我有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上面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觉得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叫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或是那种货币太少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什么？所以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是 OK。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邻居啊大哥的小孩，我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在外面哦，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了劳基法他国中生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那不然，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连接可能会是做这个服务的是弟弟跑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一点音乐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任何的志愿服务一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服务
是一让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小儿童减龄量。不到10点，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中心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自成县水库市的玉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六日与暑假来报告，他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顾员。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認証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現実は、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ちゃんって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が。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经历，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るですね。あとは、お家に帰っても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の話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の日記に、たくさんお宅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除了儿童照顾员制度，玉多福日照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便可以领取报酬，推荐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吞咽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玉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会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その人のできることを彼女としてそれを時間の許す限り見て、自分の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自分で行動が1から0から100まで終了できるように、私は今の仕事を心がけたい。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脚、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维言子语都不见得做得到。我慢して認知症のケアをし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認知症の人もスタッフも同じ空間でみんな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するというのがベースになって介護している使い方では聞いたことはないです。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热血。这个小朋友，我们前几天看到他是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唱歌跳舞，结果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招呼员一样做招呼啊，但是他达到了慰藉。来打电话让他就开心哈，可能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你看哦，这样的开心就是多不多的。
对不对？好，你对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你看唱歌唱到一半在唱宝宝什么这样，然后妈妈就很开心的这样，他就知道是公的，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志工当志工有很多种方法，好，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然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那我们去当那个计划的评审，好，那个计划的评审是叫做青年跟社区共同参与服务，就是那个大专青年哈，他们可以来体验，他们是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他们是我做的青少年志工队哈，有可能是我们这里的青少年他们一个志工队，他们去提案说他们想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社区。然后其中有一群青少年哈，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就在他们的他们住六龟，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哈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阿公阿嬷剧场，然后呢，他就放他们的成果照片给我们看，就看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去拜访阿公阿嬷，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有一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阿公阿嬷去学习一些，尤其在六龟，然后他们也会还在运动，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要在演这个新过程。然后就他的报告结束之后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方案别的方案的青少年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跟这些来参加阿公阿嬷相处，你们跟这些阿公阿嬷相处，跟你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嬷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来活动会有几个阿公阿嬷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里面阿公阿嬷，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嬷，这样子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阿公阿嬷跟我讲话会顶嘴会觉得他很烦就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嬷，自己阿公阿嬷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嬷，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或者是什么？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一个你有没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维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会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他最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英国这个辅仁大学他们的施工队去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
然后传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那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创造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有理念，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们还有去斯里兰卡之后，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斯里兰卡，我们今年去斯里兰卡国有去到嘛，他就做服务，尤其是我刚举的例子，我们出去带营队，好像是每天早上很早7点多起来自己煮饭干嘛弄东西哈，然后一早起来精神奕奕，然后小朋友就要还要做准备，然后晚上哈就是做小朋友回家之后还要挺辛苦的，开检讨会议讨论你的这个等到很晚，大家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招待所，所以一直有对方接待我们，在帮我们安排好那什么。斯里兰卡跟印度在就是比我们要热很多，天气也很热。我们每天早上也是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对公司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我们去做服务这样子，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了服务，今天晚间就早那个1点多好吃晚饭，你们休息哦。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做经济，所以他们跟英国人爱喝下午茶，每天要早茶要下午茶的。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今天要约个人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哦，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哦。你们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的老师或者学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学生都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不知道这过来，我不知道来干嘛嘛，就非常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同学。都很听话，就是老师要说要做这个观察，大家就努力的来观察，变成他们的习惯做一件事情。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11点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忙碌的工作。为什么？到下午1定是4点才开始工作，3点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那大中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服务，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服务，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们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都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刚讲到我来看就是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高雄县政府，那时候还有高雄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这一个
有没有想过哈，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在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哦，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就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就是住在那里的？好，他们的那个小朋友哈，他们活动高中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好，所以会很花，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啊，我说你们要想哦，大学念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好，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轮回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大学念2次哦，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哦。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啊。对啊，小朋友很高兴啊。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吧？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那种地方是他们的玩啊。老师家长一定就是受很多，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哦，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啊。然后偏乡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啊。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兰屿国中的小朋友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兰屿当老师的人都去一边走，像候鸟一样。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好，小朋友暑假哦，就是每天到去，他只能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你这个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教案从来不改的。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会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的，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一定是跟他到国3他还参加一模一样的活动。你们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然后你很伟大哈。可是仔细想想，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我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尤其是大学生，你们面对大学，我说大学也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的课一个人来修，不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再教嘛。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了，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讲解。好，那我觉得其实我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越来越大之后，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我觉得这个很必要检讨，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我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感染，老师很久家长就说，那你跟大姐姐很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变得其实小朋友跟你面子，宝宝们会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没有一个什么面子，反而你自己要有一些学习，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好。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你要不要看我要讲的？好，最后最近还很流行的叫做打工换手，我讲的话是说，那个出国的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回来玩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3民水秀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落差，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刚好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看到那个大众的说不会做网站的要出现了，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
前我们在当目的要去换，要打工换这个概念。好，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附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的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那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你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也是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又当个动力，然后它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事情很好。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往那去当志工。好，谢谢大家。结束这堂课，那我们先是在一起热烈的掌声，谢谢。刚才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有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展示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哎，好，那我们刚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就要起立，然后我们支持一下大众起立。我们感谢一下我们讲师国家职工，来自大职工，好，再次热烈掌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大众请就位，谢谢。好，来翻奏2来。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点30，然后不过在这边超时的这次就是我们第3。好。是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然后眼睛呢，希望有些自己吃因为我刚才吃的蛮好吃的，这样吃完才不会浪费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影片，然后用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现在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这2个基础训练的基础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这些超多一个要不要先做一次知道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有几种志愿服务的类型这个就要先关掉先问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你们都有当过志工的经验吗？还是正准备要去当志工？正准备有当过志工经验的伙伴可以请举手。好，那我可不可以请问
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那个慈善团体，好，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好，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讲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哈，还有呢？差不多哈，听起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哈，刚刚有一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哈，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哈，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机会就出来不同的。有没有谁哈？你还没有去当过志工，但是你已经有锁定一个地方，就是受完训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有吗？没有？好，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课呢，这个部序是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哈，大概大家都会很建议他们当志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那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想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可以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所以我们都有嘛，好，那来调查一下哈，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记得高雄，或是你从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啊，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他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可能是公立的，也有可能是私立的。好，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好，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哦，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哈，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你是当阿公阿妈或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手哦。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有人先举手？是要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哦？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当妈妈的。
亮的诗诗老师。好，来开始哈，出来这手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去就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哦。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知道吗？然后还会有我们家小朋友梦来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好，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啦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本，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就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哈。好，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我去他当志工哈，刚刚这边讲到了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哈，放学后去辅导小朋友他的课业，写功课或者玩游戏不一定，这个叫做我去学校当志工。另外一种呢，就会换过来角色了哈，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你们在学校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以下可能没有，我们这边有高中以上的同学吗？没有。我看到有人点，在学校有参加社团，对不对？如果小朋友们知道哈，小朋友大概到了高中开始，学校会有很多的社团。好，那现在的社团活动哈，就是不是像以前比较传统，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组成的社团，比如说可能是热音社，或是舞蹈社，或是什么画画社，哈，大家除了有共同兴趣之外，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社团都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到外面去服务社区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所哈，比如说养护中心可能也会常常有学生的社团去那边表演给老人家看这样哈。所以我们在谈说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到学校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好，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那另外一个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就常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好，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就是在警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志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认为这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哦，可以哦，好，是在比例上啊，我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有些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去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好，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他在做什么？帮忙接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答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了，对不对？好，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怎么，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个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好，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类型。好，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哈，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
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分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会看到叫诊所，然后会有一些叫地区性的，好，然后再来最大型的就是所谓的医学教学中心那种，这种就是什么，像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成大，比如说这种，好，这三个等级，这三个类别的医疗处所，哈。如果我们都有去过，假设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有去过哈，可能是去看病，或是自己有机会去看医生。你在这三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好，教学医院好。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刚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哈，换个方式问叫做，通常哈，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三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打？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庭验员，大概都知道你要去看什么嘛。好，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医院，会探听一下说，医院的什么科哪个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好，再来一个，这三种等级的医院去哪里要排比较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哪里排吗？为什么？那个没小的开心，为什么？你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或者他跟我这个分享讯息。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一点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的三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蛮流行去当志工。要不然，其实以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概念，大家都会觉得医院会比较舒服、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观念的转换哈。那另外一个叫做文化跟观光的部分哈。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风景名胜地区哈，比如说文化中心，或者是你去国家公园，或者是看，如果说在我们台南的话，就是山口水库哈，真文水库这些观光风景地区，有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吃购哈，包括美术馆啊，或是科工馆哈。那我们台南就有什么？台南最近有一个刚全面开放的叫科工馆，有去过？没有哈，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这就不太远，我觉得那边蛮好玩的哈，我去过。那像在经济方面，常常看到会有其他这种类型，它不见得是他们的专职工作人员。体和性能都行兼
咱各位中华各位贵宾，今天日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2月9月10号，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来咱讨教，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这个大家，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福社会小，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黄院长，以及真济位立法委员自公自内，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也有咱一贯做总会理事长，也有咱这个科技朱秘书长，加上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报告黄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医好疫苗的这个改善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道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姜老先生代表咱改善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建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高光建设李先生代表，有咱前新中华建设先生姚汉先老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学姐江等苗老先生代表，新的表弟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理陈先生代表，新的表弟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生各位建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先生，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首先感谢上天赐予生活的自由，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及道场的前贤大家的扶持，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弘扬义和圣人落成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令人喜悦与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与美好，更希望以和大家中华人民国家，让我们情非不孝，互合有条的感恩与感谢。盼望诸位大家长官能上美与好笑达志愿。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首先感谢指导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以及台湾新闻会，以及台湾县政府
协助，要有经济委员会支持。全体组织的前人员尽心尽力的努力，将社会文宣国语改变，甲东方形式建立，并付出全力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规矩，每项每位成员以贵宾而言，宾主如归。诸位大感谢伊个不时辛苦关怀的用心，前辈的成员来年，亲像美国转来的天，有澳洲的回国的天，有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天，也有菲律宾、泰国、甲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拢是远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获得最佳的鼓励甲动力。并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生活。对我们而言，因这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圣人独成的喜悦，并充满着对于所自己付出之奉献的感谢。依照无限的感动，以及咱上天体验的温存，这是一切的心望，天恩世界，让我们平衡受精团的体验，并且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仔日会相长之言，能让大家对天恩之团生发实性，对真理抗拒更加坚定。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高度发展，许多人失去了过去的这个生活与优先，因而造成社会结束的这个混乱甲失序。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优先。并且能够发挥幸福菩萨的天使，度化之间，让无奈的青年有一个光明的天下，为迷失的人生点亮出正确的方向。当人生道路的生活，道路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较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厝的世界。变化吧，你也挺好。在此呢，我们建筑各位中官、贵宾、各位老前人、各位前人、各位讲师、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在此特别代表着天的热性人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的幸福如意。感谢大家支持咱自己的弟子非常理解的感谢大家感谢。接下来，有请着今日香港古老先贤进入来接祭祖。
仔大家理解咧，这样就好。多谢。各位前人各位选班师，各位兄弟姊妹，道歉。今天是清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道人这个秋季大典一个大喜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王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亲到这个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新义圣王的陈先生多点的诗还有其他各位感恩的诗，我为他们只为道喜。我们老先人追求到现在是14年，我们大家都是新义的同学。那么在这个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报答先人，那么怎么报答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不超过10位点分师，大概是8位，也不说是4位。听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的，而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内部上学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最后我送给义和圣堂这个学校道基永固，道基现在开始，这是一道永固的天路。德备法方，
女花女将黄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那个刘姓人当老先生，主妇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没使用，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乡人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父亲，咱的小朋友，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咱老太爷，跟各位父亲、各位朋友。先生，咱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我老先生即我有甲大家讲过，咱一贯都一年有4个这个活动，咱今日是收节，就是日子。咱遇到圣人，会当用着相好一个日子，那么来。对有性人也有一言检查为门的这个典礼，因为咱们是咱国呀，安尼做来参加，来有性人所有咱这个信众来管理来讨论，不但咱们管理，是讨论，咱有性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刚说，所有那么变这条规定，这进奖来准备，开始的历史啊，这个呢，也是咱某年主题，那么出现主言，咱的理由，所以咱能够让国家分析稳定，提升服务。大家呢，咱讲节刷检查，完了最后咱能够顺利圆满来完成咱圣人的任务。今仔日，咱来一面头前的，就是一个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多元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管理，就是前头会注意那么共同，来达成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道理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大家所在。
心，咱咧互咱心更加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入好记录，互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真祥和、真安和的这个平台。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来努力啊，做咱有性人那么重要的努力英雄。那么，会当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啊，恭祝咱所有贵宾、各位同亲友乐、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一贯道的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洪基的这番的鼓励希望以这种来鼓励这个精神的会当来教导咱所有的学生以后呢会当好好来精进家己，好好来实现咱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进化。也感谢咱洪基分享的鼓励，感谢。接下来，在中间给咱所环境这个管理的这个意思他在第一个来中间来意。大会对些政府的指标咱国标电码，以及咱地方的公仪表，以及校理队，咱一贯的这个总干辅导前人，李主调，洪建林，以及咱科技主秘主调。咱管理会做仪表，这个照顾大家会护理仪表，咱洪老先生以及各位先民、各位家长书、各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道亲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习大典，敬家。互咱感觉无限庄严的所在，就是咱新元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管道的道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元山，看到这种遮尔伟大的建筑物，伫咱陈老先生以及咱政府理事长、各位家传师、各位道亲。奉献、付出之下，以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县等，咱李管道、保公所，伫遐遐尼伟大的建筑，
会当做是台湾端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赏、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党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年甲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元山娱乐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格，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咱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贡献牺牲的点传珠，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员工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学院，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运动，吸引国际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超过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娱乐性德，咱新元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仰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后前年政府理事长、各位点传珠、各位道亲，表示10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重要的外宾、欢迎，而且呢，所有台湾代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各位领袖，咱王议长，有最紧的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各
科幻科技这方面是我们
共同大家见面。最后，今晚政府在我成功，各位中华贵宾定中过来，心想事成。各位老人民，在您面前，首先感谢我们新兴股东有同业，谢谢大家。我们社会上也有主流价值。
那么嘛，希望咧，未来咱大家爱当付出嘅咱多给出咧所有人这个更加好嘅更加努力，来做这个净化人心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更加上好。这个所在，咱议员要再多以这个感谢来感谢咱这个有志有志在这个感谢来感谢。接下来呢，咱来中听这个考评会的这个基层台的咱弟子，咱以这个感谢来中听咱弟子。大会主席就定义，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王秘书长以及咱的助理处长，咱贺志炎助理处长，咱所有的建议、讲办书、关注、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会来参加咱今仔第二个议会职能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以及展览馆，这个好风景区，无啥好景好这个所在，差不多跟会使讲另外一个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文化带来民族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展览馆的保存以外，我相信咱的人家义和精神的体育，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另外一个坚持正确的一个所在，所以很欢喜咱这义和精神会当正式来开幕启用，这一次机会来不满大家所有的热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台支持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个热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这的热心，大家的义，感谢各位，谢谢。刚才咱讨论的这个呢，介绍这个我来到底咱这个天气这个家里就当前咱讨论的以努力的地。这个第一个在刚才，接下来用这个多功建设经济里面来讲地址，这个第一个用这个地址。在波浪的天
坚持的研究啊，伊大家者今仔日也是甲义务建设，我相信。在台湾的话，通常会比较像，比如说，你们听过永龄基金会？永龄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知道吗？对，我讲你的女儿啊，她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共同股份。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种基金会把它做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相连在一起，大家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有的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八八分开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金农场，就是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嘛，都是有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也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
说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清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这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这是另外一面，好，我们做事情都有两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也是在行销这个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好，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好，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你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以上的过年的好，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租赁比较简单，没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租赁部了，对不对？可能选择嘛，好，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好，没有说这样是不好的，好，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再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好，什么是时间银行？哈，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被讨论很久，可是在台湾之前曾经示范过，可是没有成功，哈。那在日本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但是后来被讨论的就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它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像我们这样，或者是好像它在一个社团里面，我觉得它是蛮值得被尝试的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会的东西，或者是你会有时间，那你可能贡献你的时间或你会的东西来为别人做服务，然后把它累积成时数，换得以后的做服务。什么意思哈？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发展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志愿服务手册，对不对？你看这个社会有志愿服务手册，好，那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领到这样的形象。你们每个都有存折，对不对？我们是用来什么银行？都有存折，对不对？你会把钱存进去，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提出来。好，要用的钱讲怎么样是吧？时间银行有点是这个概念，意思是什么哈？比如说今天刚刚讲过我的专业或是我会的东西叫做社工，好，叫做社会福利。今天哈，那个各位姐姐来找我，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好是身心障碍者，然后想要去申请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跟相关的程序，他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是我会，好，我说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跟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提交手册，我可能用了4个小时。好，这4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可能这样都能选起来4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哈，就会有4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好，那个换各位大哥，好，一家人出去旅游，一家人每次都非常糟糕，没有人照顾，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养狗有养猫，我知道我不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他写成那种我们家人要出国1个礼拜了，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能把狗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啊？他就帮我证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有没有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好，我累积了20个小时，好了，好，有一天，我想说，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想说，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哦，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好，她很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好，然后她是志愿服务哦，她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好，我先换10个小时，好，就是1个礼拜呢2个小时，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个就是时间银行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
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循环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希望这个是东西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我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现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看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嘛，哈，你有电钱，你公共电钱你爱打银行那样嘛，一直在干嘛一样那样嘛。好，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制度，可是中间有些困难，所以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能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好，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经过的地方，或者我们经过地方不一样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就可以交换这样子。好，这个是时间循环的概念。好，那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确实的两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或者我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所以讲到小朋友，好，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哈，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一辈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现，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身心高度包括据点里面都是老人多老人，好，所以志工呢会就开始有很老的当志工，好，接下来是当志工。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的是退休的，他比较有空，好，就会比较出来当志工，所以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听说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用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设计的计划，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哈，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哈，所以我们以前就会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妈妈我的小孩去当志工，好，那像我知道自己这样，真的，然后说不是我们知道志工有一定的程序啊，像对不对？然后他这个训练啊，然后可能要了解你是不是他的服务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先告诉你说我的机构在做什么样的服务，那你想不想来？好，不是说好像说我要去就一定要去这样，觉得人会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我的小朋友就是手机来就是他做什么在做我当志工，好，那我会觉得呢，因为你就是要去2个小时，我就3个小时，对不对？你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好，所以我就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对吧？都会有那个李明来说，对，你得往掉时要撒掉这个来正解那。好，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还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胁迫你哈，念正解那，我里面我在正什么，一个脏话一个脏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见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问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可以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冠之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还有一些努力的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妹，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
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你们学校如果媒合会陪着你们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不错。有过经验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媒合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志愿服务这个也算好的。图书馆。家的人跟我创作，你知道吗？你们会常常现在去市区哈，或是一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纸包拿发票，就是前期末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的，我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家人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像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或是那种卧病在床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所以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是 OK。你说你为什么要去哪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真的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邻居啊大哥的小孩，我就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站外面哦。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了立法他国中生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连结可能会做这些服务的是弟弟跑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结。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种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过任何志愿服务一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一样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小儿童减量，不到10点，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要住进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户市的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6日与暑假来报告，他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顾员。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認証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ケースはある。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あちゃんって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はある。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疾病，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
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るですね。あとは、お家に帰っても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の話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の日記に、たくさんお宅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除了儿童照顾的制度，育多和育教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也可以领取报酬，推演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吞咽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育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非常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その人のできることを彼女としてそれを時間を許す限り見て自分の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自分の行動が力が0から100まで終了できるように私は今のことを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澡、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为人子女都不见得做得到。我慢して認知症のケアをし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認知症の人もスタッフも同じ空間でみんな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するというのがベースになるので、介護している疲れたことは聞いたことはないです。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热血。这个小朋友，我们前几天看到他们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唱歌跳舞，结果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招募员一样做招呼啊，但是他达到了慰藉。来打爸爸妈妈就开心哈，可能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你看哦，这样也开心，就是我们说的，对不对？好，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你看唱歌唱到一半就唱听宝宝什么这样，妈妈就很开心的这样，他就是当志工的，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志工当志工。有很多种方法，好，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然后为什么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那我们去当那个计划的评审，好，这个计划的评审是叫做青年跟社区共同参与服务，就是那个大专青年哈，他们可以来体验，他可能是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他们是保健做的青少年志工队哈，都可能是我们这个青少年他们一个志工队，他们去提案说他们想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社区。然后其中有一群青少年哈，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就在他们的他们说的有回，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哈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阿公阿嬷剧场，然后呢，他就放他们的成果照片给我们看，然后就看说，哎，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去拜访阿公阿嬷，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剧场活动，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有一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跟阿公阿嬷去学习，也许在六龟，然后他们以后还在务农，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在演这个新过程。然后啊，就他们的报告结束之后就
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知道为什么吗？好，因为他来活动练习跟你阿公阿妈，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跟你阿公阿妈。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妈。”这样子哈，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哈，然后他跟我讲话哈，会顶嘴啊，会觉得他很烦啊，就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打工的妈哈，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打工的妈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啦，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对小张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可是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哈，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妈，自己阿公阿妈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妈，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或者是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简单的，你有没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德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会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他们的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英国这个辅仁大学他们的基金会去
多叫做篇幅的概念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行是出现2个，前面都没有出现。对，学习好。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到国外去当志工呢，也都是这样的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也叫做为什么哈？我们自己平常在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简单的然后后在一个编的理论，这好像说反做服务，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要叫做服务学习是服务。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为什么我这样说哈？因为曾经有很多人质疑我们，跟我说，台湾很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帮助我？为什么不要在台湾工作就好？你光机票加住宿，我们这些钱成本也很高呢，这些钱可能你在台湾就可以跟更多的人啊，可以更多的地方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学习这2个字出现？我们在台湾哈，我想我们经历过大专，就是你念大学，或是现在的小朋友念高中或是大学，都有这个经验。社团去一些所谓的偏乡做服务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下面比较传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哪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人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你活动的都很有理念，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那就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们还有去斯里兰卡，跟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斯里兰卡，我们第一年去斯里兰卡多有趣，你知道吗？他就是做服务，尤其是我刚举的例子，我们出去带营队，好，那是每天早上很早7点多起来自己煮饭干嘛弄东西，然后一早起来精神第一，然后小朋友就要还要做准备，然后晚上就是送小朋友回家之后还要很辛苦的开检讨会议，讨论明天的流程到很晚，大家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时候在对方，所以一直有对方接待我们，在帮我们安排好那其他的东西。斯里兰卡跟印度在这比我们热很多，天气也很热啊。我们每天早上早上也是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坐在这里我们这公司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你们去做服务这样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个服务，今天晚间就找那个1点多好吃晚饭，你们休息哦。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国籍，所以他们跟英国人也爱喝下午茶，每天要早茶要下午茶。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天要黑了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等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你们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组的老师或者学生，他们非常焦虑，学生会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们
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好，看谁？都很听话，就是老师要做这个观察，大家就一个来观察，变成他们的习惯做一件事啊。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工作。为什么？他下午1点14点才开始工作，在工作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大中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真的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比我们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好，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这样讲话，我来看就是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高县政府，那时候还有高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学校的这个系长期在这个社区做服务。从我知道这件事情到我国阶段，经过了7、8年，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在同一个社区一模一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是住在那里的？他们的那个小朋友他们活动操作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所以会很快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你们要想大学念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轮回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大学念2次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对啊，小朋友很高兴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那种地方是他们多玩老师家长一定就是这么人，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然后偏乡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兰屿国中的小朋友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兰屿当老师的人都去一年就走，像候鸟那样。那一样的道理小朋友暑假就是没地方去，他只能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你们这个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你的家人从来不改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会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的，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念是跟他到国3还在参加一模一样的活动。你们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真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你们伟大可是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尤其是大学生，我们面对大学，我说大学有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课一个人来修，我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再教嘛。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我也不怕，
我觉得我为你做事就是很实在。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我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赶快，老师们就很多家长就说，妈妈跟大姐姐很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变得其实小朋友跟你面子，宝宝们会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我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在所有的过程里面，反而你自己要有一些学习，知道怎么样去理解。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影片不要看，我要讲好。最后最近还很流行的叫做打工换手的讲的话，那个出国的哈，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台湾哈。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3年结束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轰炸，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刚好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这样哈，刚好那个他们的不会做网站的又出现了，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免费来教你的小朋友会做网站。你来的期间做的事是我们负责，而且我们带你到那个地方去玩，要打工换宿的概念。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临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型的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用工作去换那个钱，他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你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上面也是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又当的有意，然后他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心情。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往那个地方去走。谢谢大家。我们的讲师他们的准时在我们12点30分就接任我们演讲结束这堂课。那我们今天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手还是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展示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哎，好。那我们要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就要起立，然后我们就是等下大众请起立。感谢一下我们讲师给他一躬，来听到一躬，好，再次热烈掌声。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大众请就位。好，来翻奏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点30，然后不过在这边同时这次就是我们第3。好。
或是需要一些时间哈，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哈。然后眼睛呢，希望有些继续吃好，因为我刚刚吃了之外，也才不会浪费哈。好，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哈。那待会我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投影片，然后跟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这两个基础训练的基础号哈，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哈，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哈？这些超多你可能要了解，而且你们会一直听到哈。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的几种志愿服务的类型来，这个就要先关掉哦，先问大家一下哈。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你们都有当过志工的经验吗？还是正准备要去当志工？正准备，有当过志工经验的伙伴可以请举手。好，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们哈，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忙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帮那个慈善团体，好，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好，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讲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哈，还有呢？差不多哈，应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哈，刚刚有一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哈，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哈，准备要去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机会就出来不同的。有没有谁哈？你还没有去当过志工，但是你已经有锁定一个地方，就是受完训准备要去那里当志工，有吗？有没有？好，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课呢，志愿服务趋势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哈，大概大家都在哪些地方当志工，跟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那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想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不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对，我们都有嘛，哈。那来调查一下哈，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往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
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有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它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很是公立的，也有私立的。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你是当阿公阿妈，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手。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有人先举手？这样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当妈妈的。没有啦不要吓我，这样我就要把你转介给刚刚的诗诗老师了。开始突然接手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几岁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然后还会有人家小朋友后来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中午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分，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去学校当志工刚刚这边讲到了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放学过去辅导小朋友他的课业写功课或者玩游戏，这个叫做我去学校当志工。另外一种呢，就会换过来角色了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你在学校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以下可能没有。我们这边有高中以上的同学吗？没有。对，我看有一点。在学校有参加社团，对不对？如果是爸爸妈妈就知道小朋友大概到了国中跟高中开始，学校会有很多的社团。那现在的社团活动就是不是像以前比较传统，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组成的社团，比如说可能是热音社或是舞蹈社或是什么画画社大家除了有共同兴趣之外，现在的学校里面的这些社团都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到外面去服务社区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所比如说养护中心可能也会常常有学生的社团去那边表演给老人家看这样所以我们在谈说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到学校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就是在警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志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再问得更清楚一点。
帮忙贴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像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人，对不对？好，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多，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个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好，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好，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好，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哈，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同学哈，现在啊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一种类型比较会有？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3种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会看到叫诊所，然后会有一些叫地区性的，好，然后再来最大型的就是所谓的医学教学中心那种，这种就是什么，像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成大，比如说这种哈，好，这3个等级，这3个类别的医疗处所哈。如果我们都有去过，假设这3个地方我们都有去过哈，可能是去看病，或是自己有机会去看医生。你在这3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好，教学医院好。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刚刚这2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哈，叫做通常哈，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3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打？教学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几片点，大概都知道你是想去看什么嘛。好，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医院会看一下说，医院的能不能看哪个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好，再来一个，这3种等级的医院去哪里要排比较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哪里排吗？为什么？这个妹妹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我知道哦，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后我来问我这个问题，分享讯息。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一点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的3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蛮流行去当志工，要不然其实以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概念，大家都会觉得医院会比较舒服，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观念的转换。
咱老母娘的圣典。今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考察，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人员团体，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圣堂前分之下，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王院长，以及真济位立法委员自公自内，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也有咱一贯社总会理事长，也有咱这个科技朱秘书长，加上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报告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医护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道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张老先生代表咱感染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建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苏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林先生代表，有咱前新中华接手先生老范先老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这江等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理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生各位英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先生，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首先感谢上天赐予生活的自由，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及道场的前缘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弘扬义和圣堂落成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令人喜悦与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堂的庄严与美好，更希望以和大家相关的理念保障，让我们情非不孝，互合有条的感恩与感谢。盼望诸位大家长官能相理与保障达成。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首先感谢主办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以及台湾新闻会，以及台南县政府及协办单位花田乡公所，南美思阳圣道院，以及府城中信单位，义和圣堂教士爱心会的协助，教育义务委员会的理事长。
全体有机的人员认真尽力的努力，将社会文宣布改变甲交通城市便利，并付出全力配合，大家拢见证一个规是，每场每位人员以贵宾而言，宾至如归，诸位大感谢伊个不时辛苦关怀的用心，前辈的经验来源，亲像美国转来的这有澳洲的美国的这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这也有菲律宾、泰国、加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拢是远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获得最佳的鼓励甲鼓励，并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满。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圣人独成的喜悦，更充满着对民族核心付出之奉献的感怀。依照无限的感动，以及甲上天体验的温存，这是一切的心望，天恩世界，让我们经历受精华的体验，定义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仔日会相长之言，能让大家对天恩之团生发实信，对真理抗拒更加坚定。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恢复发展，以得名去了过去的这个生活与优先，因为个人社会特殊的这个温暖。甲使用，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友情，将大家以以前一样，将咱的核心也用相对，因此我们平均看到每位今年社会。改变，多年经济完成市场美好的经营，不得付出，互相的关怀，在持续欢愉的环境中，时时保有自信、纯真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菩萨的精神，度化之间，用恩爱的经验，以一个公平的平台。为维持真心，引领出正确的方向，当真心多年的生活，道德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咱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厝的世界就是棉花花，面皮好。在此呢，互咱继续鼓励中华贵宾、各位老前辈。各位前人、各位乡亲、各位学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咱在此特别代表着天下任何性能单位，向各位大家
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内部上些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了。最后，我送给义和正常这个这个道西永固，道西从现在开始，这是一道永固的天路，德备法方。行道这种德，将来一步一步逐渐这是全世界，把我们的天道的光辉发扬出去。谢谢各位。希望咱都到这里的，依咱做的代志，对咱以后正常来讲，有多嘛这个好的，希望这个好的，关键了就是万国九州，而且挑战咱大家在座以及这个将这个感谢咱这个我老先生开始。接下来将请咱立法院王议长今天在地咱弟子，请大家记得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那个刘姓人当老先生，有部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有历史，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咱各位老先生，各位乡人士，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父亲，咱的小朋友，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老太有礼貌，能够为父亲做娱乐，做如此放心生，咱是一个真的是荣幸。我老先生即我有大家讲过，咱一贯都一年有4个这个活动，咱今日是秋节，也是日子，咱有圣人。一旦我们相互的日子，那么来对我们的性人也有一言检查、为民的这个能力，因为咱们是咱不一样，这做来参加，来有性人收入咱家性格来管理来管理，那不但我们管理，是有些。那有些人
面头前的，就是一座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庄严的一个建筑物。这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名。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的愿力，就是前头会出比那么共同，咱来达成的嘛是一个地名。所以这个地名就从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有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那么道亲的已经将近200万人，200万。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万族，会当咱。我叫大家遵守我人体有关的遵守保育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法。所以呢，有这一贯的存在，一贯的作用，那么呢，互咱社会更加安定，人心更加祥和。所以呢，咱这个内容啊。有真特殊的意义，咱希望讲，咱就今日开始，咱关咧有即座遮大的道理，开始来使用咧，咱大家就爱好好来运用。一方面会当让有更加多的自信来加入，另外一方面会当让咱自信以外社会大众会感受到咱一贯的。那么这个教义、教法的用心加的目的，那么一方面来负责，一方面来实行，那么会当能讲真真正正达到互利相合，达到净化民心，的这个目的。咱希望在咱保留的主题，那么诸菩萨会当教导下，咱。万宜等等这个符号的这心，那么呢，我咱心更加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符合迄落，让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真祥和、真安和的这个平台。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共同来努力做咱。有性人和重要的道德认同，那么会让他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恭祝咱所有贵宾、各位同亲友乐、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一贯的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有机会这番的鼓励希望以这种来鼓励这个支持的会当来教导咱好好的做心以后呢会当好好来提升自家己，好好来实现咱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进化，也感谢咱有机会对咱大家来鼓励感谢。接下来，在中间咱所环境这个管理来的艺术他大家以这个大家来中间来理。大会这些政府的指标咱国标电码，以及咱另外的公益表，以及校理队，咱一贯的这个中港古老贤人和历史
议长，为了照顾大家，为副议长，咱洪老先生以及各位先民、各位家长书、各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道亲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题大典，更加。互咱感觉无限庄严的所在，就是咱新华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管道的道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华山，看到这种遮尔啊伟大的建筑物，伫咱陈老先生以及咱邱副理事长、各位家传师、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伫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圣堂、咱李管道、保公所，伫遐遐尼伟大的建筑，会当做伫台湾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赏、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国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老先生甲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华山义和圣堂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圣地，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咱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奉献牺牲的点传师，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
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遮道理、信用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台北市人、政府理事长、各位小传师、各位导师，表示十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导师，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重要的外宾、欢迎，而且呢，所有来咱代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国会领袖，咱王议长，有最紧的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代表甲王议长来表示十万分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多环境的大会报告，南市大会报告，来宾听友，来宾听友之分，请释放人，有老师，谢谢。那么咱这些机会都是提醒，比如讲，嘛是我咱兄弟之外，这个标准信息上较好的所在，咱环境的这个支持之下呢，希望咱即刻足紧的就当来临，这个所在，就再度来感谢来自这个所环境来去的这个来感谢这个。接下来，咱来标签的标花节目一贯的风味，王理事长分别带领咱地主，请伊个参加标签与咱地主。这是已经代表中华民国
就像换个民国这个姓名上的情况，然后发起来，我们在香港中华关键方向，根据台湾高质量、价值中经济的方面，给重要部分先发展的，基本的方面，相信也是这4年国家下的在公布标准稳定成效之上，不可落实的一组人民的动力，更是让换得这个新手开发未来最好的因素。今天的聊，就像说到真情，他注意真情，努力过3年，疯狂自己。还有，换得对象，无地在咱市在变，由于老天爷希望的，无法的东西，我在1年内，得不从发展的各本事，高压民国的年代，支持不单位。开展让国化开展，到前已经有变化。今天让整个政府可以进入人团的会议，电脑平台如何共同这些到情况前面，咱们按照这样开展，主要。政策管控、政策科幻科技这方面，是我们啊努力医疗设备、医疗宏观、经济国、是高质量中华的，是1年的疗生产、核心重点、医疗服务承诺、有形成就是有咱政府新闻的新闻方面，发展重办，包括私人资源问题的应用，积极处理下列各间的新闻医疗，依法执行的世界是终结条件，共同大家的理解。最后，今天政府无法成功，作为中华人民定中国来，心想事成。作为老人民在民间说，如今政府尽心尽力，有不变，谢谢大家。
咱所有的建议、讲师、关主、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你来参加咱今日义和精神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以及展览馆，这个好风景区，我说好清楚这个所在，差不多跟会使讲是偌个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门口带来艺术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展览馆的布置以外，我相信咱的人家义和精神的体育，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另外一个坚持正确的一个所在。所以真欢喜咱这义和精神会当正式来开幕启用，要借一次机会来不满咱遮所有的核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大支持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个核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遮的核心，咱遮的贵宾，感谢各位，谢谢。刚才咱好贵的这个我们介绍各位我来到咱这个现在这个家里就当前咱好贵的以贵的地，加这个地铁的这个刚才。另外用这个多功建设因这里面来讲历史，这个地铁的用这里的历史。我相信。
有没有听过永龄基金会？永龄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知道吗？对，郭台铭的女儿啊，他们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郭台铭的。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成立基金会嘛做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经济相连在一起，大家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我们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八八风灾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有机农场，就是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嘛，都是有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也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叫做社区一家？应该有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哈，信义房屋它从几年前开始，哈，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叫他们拨出一笔很大的经费，然后在10年间要补助你是人民团体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你自己个人，不能无自己的个人，不用用团体的很好。可以去主动提出方案，要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贡献的事情，然后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就补助你钱去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好，新房会用这件事情推动很多。好，新房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或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金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这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其实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2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也是在行销的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哈，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好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
们家人要出国1个礼拜的这个礼拜，其实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可能把狗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一起量，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好，他就帮我证明，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就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好，我累积了20个小时，好了，好，有一天。我想说，哎，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想说，哦，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哦。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她很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好。然后他是志愿服务哦，他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他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好，我先换10个小时，好，就是1个礼拜可能2个小时，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个是时间平衡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平衡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生活系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我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请假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就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看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啊，好，你有第二层，你每公关你要请你来银行那样嘛，你来干嘛一样那样嘛，好，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制度，可是中间有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以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好，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经住的地方，或者我们经过地方不一样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还有可以交换这样子，这个是时间平衡的概念。好，那再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学服的2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或者我们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会讲到小朋友，好，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哈，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一辈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生，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那个政策叫社区高龄关怀据点里面都是老人多好，好，所以志工呢会就开始有很老的老人当志工，好，很小的当志工。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的是退休，有的比较有空，好，就会比较请出来当志工，这个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去做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会说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只有一个社区的计划，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哈，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哈，所以我们以前就会接到那个电话，然后那个妈妈讲说，我的小孩去当志工，好，那讲像我知道自己做这样，真的，然后说可是我们知道志工有一定的程序啊，就像你对不对？训练啊，然后可能要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服务，我也必须要先告诉你说我的机构在做什么样的服务，那你想不想来嘛？好，不是说好像说我要去就一定要去这样。我的觉得人会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我的小朋友就走进来就是他做什么在做我当机构，好，那我会觉得呢，因为你就是要去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对不对？你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认为啦，好，所以我们就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都会有那个里民来说，你得我这样子要撒掉这个来正解的那。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才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胁迫你哈，念正解经啊，好不好？里面你在正什么？一个脏话，一个脏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可以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冠之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他要先给一个立场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他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你猜猜，他去做。好，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我们学校做媒合会每个人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是不错。有过经验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媒合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6分钟，这个也算好的。图书馆。家的人跟我说他做什么嘛？你们都常常现在去市区啊，或这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自动拿发票，就是签名目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的，我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家人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像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或是那种卧病在床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所以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是 OK。你说你为什么去哪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邻居啊大哥的小孩，我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站外面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是啊，不然你违反了农地法他活动车内。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连结可能会做这个服务的是进步好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结。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做任何的志愿服务一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一个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先驱是小儿童
不到10点，隔壁的保育员小朋友到中心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库市的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六日与暑假来报告。他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顾员。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認証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ケースは、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あちゃんって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は。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疾病，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るですね。あとは、お家に帰っても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の話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の日記に、たくさんお宅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除了儿童照顾员制度，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也可以领取报酬，推业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推业练习，训练喉咙肌肉，防止老人家跌倒，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绿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会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その人のできることを削除して、それを時間の許す限り見て、自分の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自分の行動が1から0から100まで終了できるように、私は今のことを心がけます。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脚、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为人子女都不见得做得到。我慢して認知症のケアをし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認知症の人もスタッフも同じ空間でみんな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するというのがベースになるので、介護している疲れたことは聞いたことはないです。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热血。这个小朋友，我们前几天看到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唱歌跳舞，结果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招呼人一样做招呼啊，但是他达到了慰藉。让他妈妈感觉开心哈，可能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看哦，这样的开心就是我的说的，对不对？好，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你看唱歌唱到一半就
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到最后年轻人跟阿公阿嬷去学习，现在六岁，然后他们还在务农，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在演这个新过程。然后就他的报告结束之后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方案约的方案的青少年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跟这些来参加阿公阿嬷相处，你们跟这些阿公阿嬷相处，跟你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嬷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来活动练习跟你阿公阿嬷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里阿公阿嬷，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嬷，这样子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阿公阿嬷跟我讲话会顶嘴会觉得他很烦就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嬷，自己阿公阿嬷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嬷，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过的是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这个你们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德丽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会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他已经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他最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是印度那个辅仁大学他们的启动会学生。
他那个是说用心去，然后用手去读，用心去爱，用手去做。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叫做天赋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堂是出现的，前面都没有出现的。对，学习好。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到国外去当志工呢，有时候这样的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也叫做
你们是不是生命体要用传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那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有目的，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还有去斯里兰卡，跟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斯里兰卡，我们第一年去斯里兰卡，我有去到嘛？他就是做服务，尤其是我刚举的例子，我们出去带营队哈，大概是每天早上很早7点多起来自己煮饭干嘛弄东西哈，然后一早起来精神第一，然后小朋友就要还要做准备，然后晚上哈就是送小朋友回家之后还要挺辛苦的，开检讨会议讨论明天的时候等到很晚，大家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招待员，所以就是有对方接待我们，在帮我们安排好那什么。斯里兰卡跟印度在就比我们热很多，天气还热。我们每天早上哦，早上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哈？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这公司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你们去做服务这样子，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个服务，今天晚间就早那个1点多好吃晚饭，你们休息哦。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跟英国人爱喝下午茶，每天要早茶要下午茶的。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天要黑了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哦，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等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好，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哦。你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组的老师或者学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学生都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来干嘛吗？就非常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看谁孩子嘛都很听话，就是老师要说要做这个观察，大家就努力的来观察，变成他们的习惯做一件事情。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11点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工作。为什么？到下午一定是4点才开始工作，3点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那上周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真的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服务，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服务，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好，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都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
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在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哦，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是不是住在那里的？好，他们的那个小朋友哈，他们的小朋友，他们活动操作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好，所以会很花，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啊，我说你们要想哦，大学念4年，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大学念2次哦，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哦。那你会说，我就说，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啊。对啊，小朋友很高兴啊。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吧？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那种地方是很多啊。老师家长一定就是说很人，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哦，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啊。然后偏乡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啊。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兰屿国中的小朋友拍了个纪录片，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兰屿当老师的人都去念这种，像候鸟那样。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好，小朋友暑假哦，就是没地方去，他只能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你们这个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家人从来不改的。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就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了，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你也是跟他到国三，他还在参加一样的活动。没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你很伟大哈。可是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尤其是大学生，你们念跟大学，我说大学也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课一个人来修，不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可以教吗？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了，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讲解。好，那我觉得其实我昨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越来越大之后，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我觉得是有必要检讨，因为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我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赶老师们就很多家长就说，我们这大姐姐很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这个是小朋友跟你面子，宝宝们会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我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没有一个什么面子，反而你自己要去学习，要怎么样去体验好。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影片不要看，我要讲好。最后最近还很流行的叫做打工换手，我讲的话是说，那个出国的哈，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来玩哈。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3年退休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爆炸，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刚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那个大家都是不会做网站的又出现了，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
的，而且我们在刚目前是要打工换这个概念，好，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临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的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那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子概念，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你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上面也是哈，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做当个动力，然后它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心情不好。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下，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往一起往志工。好，谢谢大家。我们的讲师非常的准时哈，在我们12点33分左右要结束这堂课。那我们先是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小孩子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有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讲是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好。那我们要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就要起立，然后我们就是让大众去起立。感谢一下我们讲师哈，给他一躬，来听到一躬，好，再次热烈掌声，来，掌声。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哈，大众请就位，谢谢。好，来操作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呢，我们休息到13点30，然后不过在这边超时这一次就是我们第三。好。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然后年轻人希望有些继续吃因为我刚刚吃了蛮好吃的这样出去吃完也才不会浪费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投影片，然后用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现在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这两个基础训练的基础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这些超播音的要不要先做一起知道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有几种志愿服务的类型这个就要先关掉先问大家一
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帮那个慈善团体，好，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好，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讲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哈，还有呢？差不多哈，听起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哈，刚刚有一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哈，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哈，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机会就有去当志工的。有没有谁哈？你还没有去当过志工，但是你已经有锁定一个地方，就是受完训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有吗？有没有？好，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课呢，就不去是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哈，大概大家都在哪些地方当志工，跟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那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大家都想的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可以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这我们都有嘛，哈。那来调查一下哈，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往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啊，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有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它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很是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好，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你要在社区里面当志工，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好，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哦，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哈，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你是当阿公阿妈，或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手。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有人先举手？吓到我了。不是问你在上学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哦？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的，当妈妈的。
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就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哦。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然后还会有人家小朋友梦来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啦，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中午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分，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哈。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去学校当志工，刚刚这边讲到的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放学后去辅导小朋友他的课业，写功课或者玩游戏，这个叫做我去学校当志工。另外一种呢，就会换过来角色了哈，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你们在学校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现在可能没有，我们这边有高中以上的同学吗？没有。对，我看有一点。在学校有参加社团，对不对？如果说小朋友大概到了高中开始，学校会有很多的社团。那现在的社团活动就是不是像以前比较传统，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组成的社团，比如说可能是热音社或是舞蹈社或是什么画画社，大家除了有共同兴趣之外，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社团都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到外面去服务社区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所比如说养护中心可能也会常常有学生的社团去那边表演给老人家看这样。所以我们在谈说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一种是有教学下去。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就是在警政消防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志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认为这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可以好，是在比例上我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也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去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他在做什么？帮忙接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像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了，对不对？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复杂，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了这个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我们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同学现在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个类型比较
在这三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好，教学医院好。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升学这个呢，是我今天要提的主题，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刚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哈，换个方式问叫做，通常哈，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三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打？小学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去验眼，大概都知道你自己想去看什么嘛。好，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医院，就会看一下说，医院的什么科哪个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好，再来一个，这三种等级的医院去哪里要排比较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哪里排吗？为什么？这个没少人开心，为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哦，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或者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学习。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了三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想象上，好，
有家弟子。咱各位中华各位宾，今天日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农历9月10号，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天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普查，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这个特别，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福成分少，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王院长，以及真侪位立法委员自公自内，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有咱一贯的总会理事长，有咱这个科技朱秘书长，咱有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报告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医科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记得尤其咱道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姜老先生代表跟感染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金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李先生代表，有咱前新中华接手先生姚汉先老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这个江等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理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生各位金文书、各位贵宾、各位中华各位先生，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
全体有机的前学员，尽心尽力的考虑，将社会自专货币改变，甲交通经济建立，并付出全力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约是，每种每位学员比贵宾多年比富贵，诸位大感谢伊个一时辛苦。 湾来的用心，前辈的前员在这边，亲像美国转来的这澳洲的美国的这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这加菲律宾、泰国、加香港、越南、印地、诸多国际都是湾洋转来。 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最佳的鼓励甲动力，并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满满。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很意义的好日子。 在我们的心中，不仅圣人独成的喜悦，更充满着对民族核心付出之奉献的感动。以种无限的感动，以及甲上天体验的温存，这是一切都辛苦、天恩实际，让我们经历受精华的体验，并且见证。 平安的恩情，相信今日会相长之前，领着大家对天道之团生活实践，对真理抗拒更加坚定。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许多人去了过去的这个生活与表现，因而造成社会结束的这个混乱。 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和将这个幸福以以前实现，将来的心也会相似。因此，我们平均看到每位前年社会改变。 多年经济完成做场美好的精神，不得付出，互相的关怀，在培育欢愉的环境中，时时保有自信、纯真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所在的精神，互化之间，让恩爱的经验有一个公平的平衡，为维持人心。 因也出正确的方向，当真心多年的生活，道德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我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住的世界就是变化吧，变美好。在此呢，互我继续各位中华贵宾、各位老前人、各位前人、各位乡亲。 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我在此特别代表着天下义和圣人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的幸福如意，就好嘅以上，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恩赐的弟子非常理解的恩赐的来参与。 再来，有请着香港郭老先生进入来接地主。现在来理解的先生好，多谢。
这个秋季大典一个短期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王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亲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经义圣王的陈先生多点的诗还有其他各位感恩的诗，我为他们之为道喜。我们老前人追求到现在14年，大家都是新义的后学。那么在这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报答前人，那么怎么报答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呢，不超过10位演分师，大概是8位，也不过14位。修道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上，而是由我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内部上些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最后我送给义和圣堂这个道基永固，道基永固。关系了就是慢速
我院长黄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那个优秀的人当老先生，一路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历史，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乡人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心，咱的小环境，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班长还有跟各位同志。是一个真历史的日子。我老先生即我有甲大家讲过，咱一贯道一年有4个这个活动，咱今日是一个秋节，是一个日子。咱遇到圣人，会当用着这好一个日子，那么来对付着圣人的体用。语言减少，语文的这个比例，因为咱历史咱不一样，安尼做来参加，来有圣人，所有咱这个信仰来管理来讨论，不但刚刚讲文明是有的，咱有圣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加上。那么变这条因为现在进奖来中国，还是历史大题，这个呢，也是我们自己那么出现，大家的理由，所以在咱中中央分析分析，医生问题，大家呢，咱讲。检查，完了，最后咱能够处理完满来完成咱圣人的任务。今仔日，咱来一面头前的，就是一个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多元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大家。管理就是前论，也是比那么共同，那么大事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地方，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将近200万人，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不足，会当我着大家遵守民主遵守保有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教。
就是谁增加重要的情况，希望看我们来努力做让年轻的人做到的努力英雄。那么，会让他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工作，咱所有贵宾，各位同志们，各位同事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这款的队伍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有机会这番的鼓励希望以这种来鼓励这个精神的会当来教导咱所有的学生以后会当好好来提升家己，好好来实现咱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计划，也感谢咱洪主任真来鼓励，感谢。接下来，来中间咱所环境这个管理大个技术他大家以这个相相来中间来记。大会对些政府的指标咱目标电码，以及咱地方的公仪表，以及校议会，咱一贯的经济总长辅导前人，李主调，洪建林，以及咱科技李主调。咱管理会做仪表，这个照顾大家对护理仪表，咱功劳建立，以及各位建议，各位家长书，各位父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父亲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tế大典，更加。互咱感觉无限庄严的所在，就是咱新元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管道的父亲。今日心内抱着高项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元山，看到这种遮尔伟大的建筑物，伫咱干老天庭，以及咱政府李处长、各位家传师、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以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圣堂，咱李管道保公所，伫遐遐尼伟大的建筑，会当好伫台湾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赏、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国的信仰中心来建立。
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年咱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元山娱乐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格，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讲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啊，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贡献牺牲的点传珠，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员工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行业，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运动，吸引国际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超过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娱乐性德，咱新元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仰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自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后前年政府理事长、各位点传珠、各位道亲，表示10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重要的来宾、欢迎，而且呢，总统也来帮咱代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各位领袖，咱王议长，自早起的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代表甲王议长来表示10万分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咱们多环境的大会报告，现在我会报告来宾今天来宾听友之分。
接下来咱的共听的中华民国1万个国会王理事长分别在地，咱记住，请伊个参加共听伊咱记住。 我
三代同堂讲大会，我甚深感
讲对了解咱这一贯科伫这个社会上咧，以过去到即摆一直都是扮演不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嘛，希望咧，近未来咱大家爱当付出给咱一贯科的技术咧，所有人这个更加拍的更加努力来做这个简化人生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更加上好。这个所来，咱委员就带过伊个这个感谢，来感谢咱这个有志有景在这个感谢，来感谢。接下来呢，咱来中车的这个考虑会的这个水情台的咱地址，咱伊个感谢来中车伊咱地址。大会主席邱定林，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王秘书长以及咱的助理处长，咱特技助理处长，咱所有的监理、检查书、关主、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会咱来参加咱今仔日的义和精神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以及展览馆，这个特风景区无啥好清楚这个所在的，差不多跟会讲是偌个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文化带来民族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台湾的故事以外，我相信咱的人家义和精神的体育，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热情、文化一座坚持幸福的一个所在，所以很欢喜咱这义和精神会当正式。来开幕启用，要做一次机会，来不满咱遮所有的热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台支持，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热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拢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遮的热心，咱遮的贵宾，感谢各位，谢谢。感谢咱黄委员的这个介绍，这个我来到咱这个建设这个家呢就感谢咱黄委员的以助理的地址。加上这个地铁的这样的刚才，接下来用这个公共建设经济里面来讲地址，这样地铁的这样用这样的地址。阻碍交通。
来这下，今仔日也是甲义务配合，我相信。在台湾的话，通常会比较像比如说，你们听过永平基金会？永平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知道吗？对，红海。我讲你的女儿啊，她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郭董事长。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从基金会来做在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相连在一起，大家就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有的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巴巴公在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这个金农场，就是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嘛，都是有人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也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
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或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金还是去找那个吸引法务？吸引法务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这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这是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两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也是在行销这个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哈，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哈，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以上的过年的哈，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规定加给他，没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新衣服了，对不对？可能选很慢。好，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没有说这样是不好的，好，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好，再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好，什么是时间银行？哈，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被讨论很久，在台湾之前曾经实办过，可是没有成功。哈，那在日本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但是后来被讨论的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它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像我们这样，或者是同样参加一个社团的人，我觉得它是蛮值得被尝试的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会的东西，或者是你会有时间，那你可能贡献你的时间或你会的东西来为别人做服务，然后把它累积成时数，换得以后的做服务。什么意思？哈，最简单的概念是它发展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志愿服务手册，对不对？上这个社会志愿服务手册，好，那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领到教练形象。你们每个都有存折，对不对？我们行6还是平台，都有存折，对不对？你会把钱存进去，教育我们再把它提出来。好，教育我们讲怎么样出来？时间银行有点是这个概念，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刚刚讲过我的专业或是我会的东西叫做社工，好，叫做社会福利。今天那个各位姐姐来找我，跟我说，她有一个朋友，是身心障碍者，然后想要去申请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跟相关的程序，她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个我会，好，我说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在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提交手册，我可能用了4个小时。好，这4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你这样都能学起来4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就会有4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那个各位大哥，他们一家人想出去旅游，一家人这个我不经常糟糕没有人去照顾，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养狗有养猫，我知道我去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就说写成那种家人要出国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们把狗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他就帮我证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对不对？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我累积了20个小时，有一天，我想说，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是说，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她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然后她是志愿服务她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我先换10个小时，就是1个礼拜呢2个小时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一下。
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循环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这些东西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我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现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就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那里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嘛，哈，你有第二层，你每公你要几点按照银行那样嘛，一直在干嘛一样那样嘛。好，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制度，可是中间有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以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好，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我们居住地方与不一样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我们可以交换看，这个是时间循环的概念。好，那在老王讲到的就是确实的两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或者我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所以讲到小朋友，好，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哈，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一辈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生，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身心高度包括据点里面都是老人多老人，好，所以志工呢就开始有很老的老人当志工，好，很小的当志工。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些退休的他比较有空，好，就会比较喜出来当志工，这个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听说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设计的精华，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哈，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哈，所以我们以前就会接到那个电话，然后那个妈妈讲很多，我的小孩去当志工，好，那小孩像我知道自己做这样，好，真的，然后说其实我们知道志工有一个程序啊，就像你对不对？然后他这个训练啊，然后可能要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服务，我也必须要先告诉你说我的机构在做什么样的服务，那你想不想来嘛？好，不是说好像说我要去就一定要去这样。我的觉得人会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我的小朋友就是说起来就是他做什么在做我当志工，好，那我会觉得呢，因为你就是要去2个小时，我就3个小时，对不对？你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好，所以我们就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对吧？都会有那个李明来说，对，你哪个要是要啥要这个来正解那，好，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还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邪货你好念正解那，我里面我在正什么一个3块一个3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不管是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还要建立一个立场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妹，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
打扫，你们学校如果没人会每天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是不错。哎，有过今天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每个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志愿服务这个也算好的。家人那边跟我说过，你知道吗？你们都常常现在去市区啊，或是一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自动拿发票，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我有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那边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觉得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叫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好，或是那种货币太少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什么？因为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是 OK。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年纪啊大哥的小孩，我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在外面哦，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了动力法他国中生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那不然，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连接可能会做这个服务的是弟弟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接。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任何的志愿服务一定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一样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小儿童减营养。不到10点，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中心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户市的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6日与暑假来报告，他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顧員。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認証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現実は、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ちゃんって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が。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疾病，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るんですね。あと
すら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にたくさんお酒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います。除了儿童照顾有制度，育幼和育教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便可以领取报酬，推荐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吞咽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日多普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会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主要是我对病毒的大多数实施，还有一般的用产品重点群众也是在重点在几个月有的起来这个大家去一个正面的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澡、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微言子语都不见得做得到。相反是用使用黑曜石过来，使用涂抹下涂抹，但是可以看对它有它是没有的，另外对什么对还有是的过，其他不过的。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优秀。这个小朋友，我们影片里面看到他是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唱歌跳舞，这个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招呼员一样做招呼啊，但是他是达到了慰藉。大家爸爸妈妈就开心哈，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你看哦，让人开心就是多不多的，对不对？好，你对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是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你看唱歌唱到一半在唱你宝宝什么这样，妈妈就很开心的这样，他就是当志工的，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志工当志工。有很多种方法，好，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然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那我们去当那个计划的评审，好，那个计划的评审是叫做青年跟社区共同参与服务，就是那个大专青年哈，他们可以来体验，他可能是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他可能是保健机构的青少年志工队哈，有可能是我们这里的青少年他们有一个志工队，他们去提案说他们想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社区。然后其中有一群青少年哈，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就在他们的他们说的有回，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哈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阿公阿嬷剧场，然后呢，他就放他们的成果照片给我们看，然后就看说，哎，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去拜访阿公阿嬷，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有一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到最后年轻人跟阿公阿嬷去学习，也是在六龟，然后他们以后还在务农，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要在演这个新过程。然后啊，就他的报告结束之后哦，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方案哈，别的方案的青少年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哈，你们跟这些
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妈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来活动会请给你阿公阿妈，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里面阿公阿妈，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妈，这样子好，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阿公阿妈跟我讲话会顶嘴啊，会觉得他很烦啊，会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妈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妈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啦，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样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妈，自己的阿公阿妈又不是自己的阿公阿妈，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或者是什么？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见你有没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维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她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她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她最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英国这个辅仁大学他们的启动会学习。
他那个是说用心去，然后用手去读，用心去爱，用手去做。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叫做天赋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堂课里面出现两个，前面都没有出现的。对，学习好。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到国外去当志工呢，有的时候叫做天赋。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也叫做为什么啊？我们自己平常在学在学习去过这个部分，是因为现在家长校然后后在一个讨论的女生，就好像说把做服务，然后我每次去了之后，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要叫做服务学习是服务。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为什么我这样说哈？因为曾经有很多人质疑我们，跟我们说。台湾很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做？为什么不要再找这种就好？你光机票加住宿，这些钱成本也很高呢。这些钱可能在台湾就可以付更多的人啊，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学习这两个字出现？我们在台湾哈，我想我们经历过大专，就是你念大学，或是现在的小朋友念高中或是大学，都有这个经验，社团去一些所谓的偏乡做服务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生命比较传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那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人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有理念，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们还有去
我们每天早上也是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对公司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我们去做服务这样，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个服务，今天早1点多好吃完饭，你们休息哦。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做的生意，所以他们就是过年爱喝下午茶，每天就要早茶，要下午茶。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天要黑了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你们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组的老师，或者学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学生都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不是要来干嘛吗？就非常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同学。就是老师要说要做这个观察，大家就一个来观察，变成他们的做的一件事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工作。为什么？他下午一定是4点才开始工作，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上中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真的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服务，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服务，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刚才我起来看到这个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高县政府，那时候还有高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学校的这个系长期在这个社区做服务。从我知道这件事情到我经过了7、8年，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在同一个社区一模一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是不是在那里的？他们的那个小朋友他们活动操作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所以会很花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你们要想大学念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你的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轮回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我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大学念2次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对小朋友很高兴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那种地方是他们多老师家长一定就是不懂很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
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蓝屿当老师的人都去一年就走，像候鸟一样。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好，小朋友暑假哦，就是年纪到最开始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营队的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教案从来不改哎，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就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了，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一定是跟他到国三，他还参加一模一样的活动。没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啊你很伟大哈。可是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我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而且是大学生，你们面对大学，我说大学有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的课一个人来修，不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再教嘛。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了，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参加。好，那我们就，其实我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越来越大之后，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我觉得这个很必要检讨，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我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我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感染，老师很久家长就说，那个大姐姐从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变得其实小朋友跟你面子，宝宝们会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服务，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在服务里面什么面子，反而你自己要有一些学习，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好。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你要不要看我要讲？好，最后最近还很流行的叫做打工换手，我讲的话听过。那个出国的哈，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来玩哈。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3民水秀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落差，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然后他们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这样刚好那个大众的说不会做网站的又出现了哦，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免费来教你的小朋友会做网站。你来的期间做的事情我们负责，而且我们带你到目的地去玩，要打工换宿的概念。好，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附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的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那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人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也是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又当了有意，然后他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事情很好。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我们一起当志工。好，谢谢大家。
乐。那我们先在一起热烈的掌声，谢谢。手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刚才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有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展示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哎，好。那我刚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就要起立，然后我们就是让大众去起立。感谢一下我们讲师国家职工，来自大职工，好，再次热烈掌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大众请就位，谢谢。好，来翻奏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30，然后不过在这边同时这次就是我们第三。好。是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然后有些朋友希望有些自己因为我刚才吃的吃完也才不会浪费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文页，然后用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现在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就2个基础训练基础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这些超多一个要不要先做一次知道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有几种志愿服务的类型这个就要先关掉先问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你们都有当过志工的经验吗？还是正准备要去当志工？正准备有当过志工经验的伙伴可以请举手。好，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们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帮那个慈善团体，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者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谈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还有呢？差不多听起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刚刚有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请回答出来。
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那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可以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这我们都有嘛，好，那来调查一下哈，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你往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啊，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它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可能是公立的，也有可能是私立的。好，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我们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好，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哦，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哈，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你是当阿公阿妈，或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手哦。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哎，怎么有人先举手？是要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哦，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的，没有啦哈，不要吓我，这样我就要把你转介给刚刚的诗诗老师。好，来开始哈，从晚最手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几岁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哦。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你知道吗？好，然后还会有你们家小朋友，我刚才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好，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啦，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中午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本，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哈。好，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我去学校当志工哈，包括这边讲到的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哈，放学过去辅导小朋友做课业的部分，这
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一种是有到学校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好，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好，那另外一个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好。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啊，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啊，就是在警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职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认为这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哦，可以哦。好，是在比例上啊，我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也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们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好，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还在做什么？帮忙接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了，对不对？好，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紧，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个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好，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类型。好，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哈，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朋友，现在啊，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一种类型比较会有？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分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会看到叫诊所，然后会有一些叫地区型的，好，然后再来最大型的就是所谓的医学教学中心那种，这种就是什么，像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成大，比如说这种这三个等级、这三个类别的医疗处所，如果我们都有去过，假设这三个地方我们都有去过，可能是去看病，或是自己有机会去看医生。你在这三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好，教学医院好。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跟刚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
可以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后我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想学习。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一点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的3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蛮流行去这样子。相反，其实以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概念，大家都会觉得医院会比较是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观念的转换哈。那另外一个叫做文化跟观光的部分哈。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风景名胜地区哈，比如说文化中心，或者是你去国家公园，或者是看如果说在我们台南的话，就是山口水库哈，真尾水库这些观光风景地区，有时候它会有很多的吃肉哈，包括美术馆啊，或是科工馆哈。那我们台南就有什么？台南最近有一个刚全面开放的叫科工馆，有去过？没有哈，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这就不太远，我觉得那边蛮好玩的哈，我去过。那像在经济方面，常常看到会有其他这种类型，它不见得是他们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贯手中
交咱这个科技驻秘书长，甲着咱贸易处，以及咱恢复台湾湾恢复市长，以及咱保护王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基础道路这个改善人，尤其今仔日，下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道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张老先生代表改善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天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意见人代表，有咱天津中华建设先生、老范建老先生代表。有咱台湾湾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学者江成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新的经济3年代表，新的条例2年代表，以及咱诸位先人各位天文书、各位贵宾、各位中华各位先人，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和圣人落成的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令人喜悦。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意义后，更希望彼得大家将爱女保护，让我们情非不孝，和他有票的感恩与感谢。盼望诸位大家将我迎上女保护达成。今天的活动应各属于圆满，首先感谢基本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总会，以及台湾新闻会，以及台湾县政府及协办单位换田乡工作，让你思想性德义，以及府城中心单位，以和圣人教子爱机会。加入要有经济委员会经理委员，全体有志的前人员，尽心尽力的努力，将社会文宣、货币、改变、甲交通、经济、电力，变不断的配合，大家拢见证这个。也是，这种美女前缘，以贵宾和联宾主归，诸位到当下一个不时今后关来的用心，前辈的前缘来源，这种美国转来的天，有各丁的回国的天，其他都。加马来西亚的投资，加菲律宾、泰国、加香港、越南、印地诸多投资，拢是远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最佳的鼓励甲动力。更感谢社会的庇佑，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快乐。
以来，咱台湾因为经济有所发展，以着民需要过去的这个生活与优先，引起个人社会结束的这个混乱甲失序，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优先。 并且能够发挥幸福国家的精神，度过时间，用无奈的经验与一个公平的平台，为维持人心，引领出正确的方向，当人心得到净化，得到普传于世间的时阵，互咱相信未来每一年拢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处的世界。 变化吧，你也挺好。在此呢，我们建筑各位中官、贵宾、各位老先生、各位先生、各位乡亲、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在此特别代表着民的娱乐性能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幸福如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这里的地图非常理解的将军的来参与。接下来，有请的音乐有干郭老先生进入来接地图。接下来音乐的将军好。 各位前人各位选分师，各位兄弟姊妹，道具。今天是清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道人这个秋季大典一个短期的日子。 那么同时义和圣堂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亲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新义圣堂的陈先生。 郭显老师还有其他各位讲师，
听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的，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教导我们，也为夫妇上些思维的感觉。那么我就不讲了。最后，我送给立德圣堂这个这个道基永固，道基从现在开始，这是一个永固的天路，德备法方。我们行道这种德，将来一步一步逐渐这是全世界，把我们的天道的光辉发扬出去。谢谢各位。希望咱都到这里嘅，依咱做嘅代志，对咱以后正常来讲，无嘛即个好嘅，希望团结在一起咧，就当完成这个道嘅代志。完成了就是万国九州，而且这个咱大家在座一个个将这个感谢咱这个老先生开始。接下来将这个咱一般以王义长金平大地咱弟子，将大家一个个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那个刘秀仁当老先生，主顾先生，那一贯的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我们是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养文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心，咱的收藏品，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咱老太有礼，咱各位同心，各位朋友。先生，咱是一个真正事务记，咱
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中华。所以呢，有这一贯的存在，一贯的作用，那么呢，就让社会更加安定，民心更加祥和。所以呢，咱这个内容啊，有真特殊意义的。咱希望讲，咱对这个开始，咱关呢有这个遮大的道理开始来使用呢，咱就要好好来运用。一方面会当让有更加多的自信来加入，另外一方面会当让咱自信以外社会大众会感受到咱一贯的咱们这个教育教化的用心甲的目的。那么一方面来负责，一方面来实行，那么会当让讲真真正正达到互利相合，达到净化民心的这个目的。咱希望在咱保留的经济，那么有菩萨会当照顾下，咱若果咱记住着他精心万宜等等这个符号的这心，那么呢，互咱心更加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符合起咯，让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真祥和、真安和的这个平台。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共同来努力，祝咱有性人和最后的有业有成。那么会当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恭祝咱所有贵宾、各位同亲友乐、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一贯的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咱有机会这番的鼓励希望以这种来鼓励这个民情的会当来教导咱好好的良心以后呢会当好好来提醒着家己，好好来实现咱这个性能，各方面这个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进化，也感谢咱有机会这个大家来鼓励，感谢。接下来，来将这个所环境这个管理来这个艺术他大家以这个来将这个来理。大会主席朱副理事长咱代表前妈以及咱立法院黄议长以及校议委咱一贯的经济总长吴老贤人理事长黄建林以及咱科技朱理事长咱管委会郭议长这个到大家各位副议长咱洪老先生以及各位先民、各位家长书、各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道亲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济大典
更加互咱感觉无限多情的所在，就是咱新源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管道的父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源山，看到这种遮尔啊伟大的建筑物，伫咱干老天前，以及咱政府理事长、各位检察师、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伫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圣堂、咱李管道、保公所，伫遐。遐尔伟大的建筑，会当做伫台湾湾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赏、尊敬的李管道人民组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期甲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源山义和圣堂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圣地，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讲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啊，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贡献牺牲的点传师，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项目，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运动，吸引国际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义和圣堂，咱新源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一
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台南市民、政府理事长、各位小传师、各位道亲，表示十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重要的外宾、欢迎，而且呢，所有来台湾代表来特别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国会领袖，咱王议长，就最近的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代表甲王议长来表示十万分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多环境的大会报告，南市大会报告，来宾听友，来宾听友之分，请释放人有老朋友谢谢。那么，咱这个新闻说的都是提醒，希望讲咱未来政治的当中，也是咱这个市民批发新民上解好的领导，嘛是我咱这个市民做一个标准、信心上解好的所在。咱环境的一个支持之下呢，希望咱即刻足紧的会当来临，而这个所在，要再度来感谢来咱这个所环境来去个将这个来感谢者。接下来咱来恭请着中华民国1贯的工会王理事长分别代表咱记住，请伊个感谢，恭请伊咱记住。
极随遇，人心不良。在文章方面，这都是人情冷暖，一方面变成形象。这时阵，咱们大家看到咱能坚定这信仰，这是第一敬重先王的原因。就像看到民国700年的时候，然后买下来，我们在香港文化关键方向，根据在高质量、价值中经济的方面，给人了部分先发展，基本上呢，相信呢，这是人国家下的在公布标准稳定成就之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人民为动力，更是让看到这个信号开发将来的重要因素。今天的讲，就像所有真理，它属于真理，是民国30年公完就职。还有，看到有无在台南市内底，由于老这年希望的，无法的东西，我在1年内，都从发展的各本事，到了民国的年代，支持各单位。开展让国化去开展，到前已经有变化了。今天让整个政府要可以进入人团的会议，电脑平台如何共同这些到底发展呢？咱们来说啊，这样才来。更加繁重、更加科幻、科技这方面呢，是我们努力医疗设备、研究宏观、研究是高自然中华的，以以前的力量文化、合作重点、力量服务平衡，有性等经验。就是有咱中国新闻的新闻方面，把这有关包括私人资源问题介绍进来，积极修理下的各边的新闻医疗，依法执行的世界的是终极条件，共同大家的理解。最后，今天政府有法成功，作为中华这边定中国来思想诉求，作为老人民在民间核心政府信心补充有贡献，谢谢大家。目前呢，目前的咱们今年的这样的意义，这个发布也是买到我们标杆以历来不断的首先这个书的那个这些内容买到达到了做这些统计，这些都来我们在统计的相关的钢铁的都积极的来做有关的这个再来呢，咱来用其他的这个
好，有贵的，这水水台的。
是欢喜来参加咱今仔第二个义务课程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特别是展览馆，这个好的风景区，乌山校区吼这个所在，差不多跟会使讲是偌个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展览馆这个观光门口带来人数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展览馆的布置以外，我相信咱的经济如何进程的体育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另外一座精神架构的一个所在，所以很欢喜咱这个如何进程会当正式来开幕启用，咧做一次机会来不满咱遮所有的核心的。大家会当一时一节，互咱这个台支持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个核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得到真好的一个体验，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的单位，咱遮的。
话，通常都比较像，比如说，你们听过永平基金会？永平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的，知道吗？对，郭台铭的女儿啊，他们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郭台铭的。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种基金会嘛做在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相连在一起，大家就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有的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八八风灾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金农场，就是地方在那个机会嘛，都是有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叫做社区一家？好，应该有听过，这是什么样的方案？哈，信义房屋它从几年前开始哈，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叫他们拨出了一笔很大的经费，然后在10年间要补助你是人民团体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你是个人，那我们是个人，不用用团体的好。可以去主动提出方案，要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贡献的事情，然后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就补助你钱去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好，新房会用这件事情会用很多。好，新房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会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金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这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其实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2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也是在行销的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哈，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哈，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你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以上的过年的哈，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规定比较简单，没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新衣服了，对不对？可能选很慢。好，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好，
申请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跟相关的程序，他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个我会，好，说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指导手册，我可能用了4个小时。好，4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你这样都能学起来4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好，就会有4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好，那个各位大哥，好，一家人想出去旅游，一家人每次都不平常糟糕，没有人去照顾，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养狗有养猫，我知道我去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朱小姐陈小姐，我们家人要出国1个礼拜了，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把狗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他就帮我证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对不对？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好，我累积了20个小时，好，有一天，我想说，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是说，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好，她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好，然后她是志愿服务她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好，我先换10个小时，好，就是1个礼拜呢2个小时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个就是时间平衡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平衡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这些东西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现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就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你有第二钱，你公你要钱爱到银行那样嘛，你才办买单那样。好，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制度。可是中间有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以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我们居住地方与不一样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我们可以交换看。这个是时间平衡的概念。那在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志愿服务的2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或者我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所以讲到小朋友，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辈比如说像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现，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身心高度关怀据点里面都是老人服务老人。好，所以志工呢就开始有很老的老人当志工，好，很小的当志工，好，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些退休的比较有空，好，就会比较请出来当志工，所以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听说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用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是我们的设计的精华，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就可以
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有无？就会有那个李明来说，你来我教室3点钟来等一个囡仔。好，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还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胁迫你哈，念正结晶啊，我里面我在等什么，一个脏话一个脏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跟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管理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要建立一个立场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妹，他不是学校规定你们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你猜猜。好，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你们学校如果媒合会每个人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是不错。有过经验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媒合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志愿服务这个也算好的。图书馆。家人没跟我说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常常现在去市区或这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自动拿发票，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我有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家人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叫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或是那种卧病太强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所以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我觉得是 OK。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年纪大哥的小孩，我就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在外面哦。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了动物立法他国中生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那不然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连接可能会做这个服务的是弟弟跑来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一点音乐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你看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任何的志愿服务一定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以养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小儿童减量。不到10年，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住家
进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库市的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六日与暑假来报告。他们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顾员。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は認知症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現実は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ちゃんが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が。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疾病，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るですね。あとは、お家に帰っても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の話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の日記に、たくさんお宅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除了儿童照顾员制度，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便可以领取报酬，推荐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吞咽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绿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会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その人のできることを彼女としてそれを時間の許す限り見て、自分の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自分で行動が1から0から100まで終了できるように、私は今の仕事を心がけます。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澡、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维言子语都不见得做得到。我慢して認知症をケアをし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認知症の人もスタッフも同じ空間でみんな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するというのがベースになるので、介護している方々は聞いたことはないです。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英雄。这个小朋友，我们影片里面看到他是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唱歌跳舞，结果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招呼员一样做招呼啊，但是他达到了慰藉。大家帮忙让他就开心哈，可能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你看哦，让人开心就是多不多的，对不对？好，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是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你看唱歌唱到一半在唱宝宝什么这样，妈妈就很开心的叫他就是当自动
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跟阿公阿嬷去学习一些在六会，然后他们也会还在务农，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他在演这个新过程。然后啊，就他的报告结束之后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方案别的方案的青少年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跟这些来参加阿公阿嬷相处，你们跟这些阿公阿嬷相处，跟你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嬷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来活动变成一个阿公阿嬷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里阿公阿嬷，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嬷，这样子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阿公阿嬷跟我讲话会顶嘴啊，会觉得他很烦啊，会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啦，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嬷，自己阿公阿嬷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嬷，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或者是什么？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见你有没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维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她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她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她最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英国这个辅仁大学他们的启动会学习。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叫做篇幅的概念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行是出现的，前面都没有出现的。对，学习好。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那国外是大师兄呢，有的时候叫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不叫做为什么
你们是不是下面比较传北北，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那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有理念，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们还有去斯里兰卡之后，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斯里兰卡，我们今年去斯里兰卡国有去到嘛，他就做服务，尤其是我刚举的例子，我们出去带营队哈，那我是每天早上很早7点多起来自己煮饭干嘛弄东西哈，然后一早起来精神奕奕，然后小朋友就要还要做准备，然后晚上哈就是送小朋友回家之后还要挺辛苦的，开检讨会议讨论明天的流程，到很晚，大家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招待所，所以一直有对方接待我们，在帮我们安排好那什么。斯里兰卡跟印度在就比我们还热很多，天气也很热啊。我们每天早上也是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哈？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对公司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我们去做服务这样子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了服务，今天晚间就找那个1点多好吃晚饭，你们休息哦。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做的生意，所以他们跟英国人爱喝下午茶，每天就要早茶，要下午茶。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今天要约个人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哦，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哦。你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就是老师跟学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学生都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来干嘛嘛，就非常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同学孩子嘛都很听话，就是老师要说这个观察，大家就努力的来观察，变成他们的习惯做一件事。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工作。为什么？他下午一定是4点才开始工作，3点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上中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真的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服务，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服务，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刚才我起来看到这个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高雄县政府，那时候还有高雄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
有没有想过哈，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在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哦，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就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就是住在那里的？好，他们的那个小朋友哈，他们的小朋友，他们活动高中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好，所以会很花，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啊，我说你们要想哦，大学念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好，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轮回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你大学念2次哦，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哦。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啊。对啊，小朋友很高兴啊。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吧？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那种地方是很多啊。老师家长一定就不懂了，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哦，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啊。然后偏乡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啊。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兰屿国中的小朋友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兰屿当老师的人都去念这种，像候鸟一样。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好，小朋友暑假哦，就是每天到去，他只能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你这个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教育从来不改的，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会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的，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你也是认识他的，他到国三还在参加一模一样的活动，你们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你很伟大哈。可是仔细想想，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我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而且是大学生，你们面对大学，我说大学有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的课就不能来修，不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再教嘛。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了，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参加。好，那我们其实我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越来越大之后，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我觉得是有必要检讨，因为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我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赶老师很久家长就说，那你们大姐姐从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现在其实小朋友跟你面对的状况会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服务，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在服务里面什么面，反而你自己要有一些学习，到怎么样去理解好。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你要不要看我要讲？好，最后最近还很流行的叫做打工换手，我讲的话听过。那个出国的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来玩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3民水秀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落差，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刚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那个大众的不会做网站的又出现了，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
的，而且我们在当目前的情况，要打工换这个概念。好，就是我觉得我换了在这边在临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旅游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那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好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上面也是哈，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又当的有意，然后他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事情很好。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人格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志工。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先在一起热烈的掌声，谢谢。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刚才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有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展示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哎，好，那我们要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就要起立，然后我们就是让大众去起立。很感谢一下我们讲师哈，我开工，来自大职工，好，再次热烈掌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哈，大众请就下，谢谢。好，来翻奏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30，然后不过在这边同时这次就是我们第三。好。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然后有些朋友希望有些自己吃因为我刚才吃的蛮好吃的这样吃完也才不会浪费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影片，然后用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现在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这两个基础训练基础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那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这先抛多一个要不要先做一次知道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有几种志愿服务的类型这个就要先关掉先问大家一
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那个慈善团体，好，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好，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谈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哈，还有呢？差不多哈，听起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哈，刚刚有一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哈，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哈，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机会就去当志工的。有没有谁哈？你还没有去当过志工，但是你已经有锁定一个地方，就是受完训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有吗？没有？好，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课呢，就陆续是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哈，大概大家都会接地方当志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哈，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哈，那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哈，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可以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哈。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哈，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是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好，这我们都有嘛哈。那来调查一下哈，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哈，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你往家里来的哈，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哈，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啊，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这些地方有哈，知道哈，好，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哈。意思就是这些单位它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它有可能是公立的，也有可能是私立的。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好，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哦，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哈，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你是当阿公阿妈，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好，先举手哦。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有人先举手？是要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哦，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当妈妈的。
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哦。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然后还会有人家小朋友，我刚才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好，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啦，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跟我们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本，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就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哈。好，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2个部分哈，一个是我去学校当志工哈，刚刚这边讲到了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哈，放学过去引导小朋友做课业、写功课或者玩游戏布丁，这个叫做我去学校当志工。另外一种呢，就会换过来角色了哈。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你们在学校有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以下可能没有。我们这边有高中以上的同学吗？没有。我看有一点。在学校有参加社团，对不对？如果是高中嘛，你就知道哈，小朋友大概到了高中开始，学校会有很多的社团。好，那现在的社团活动哈，就是不是像以前比较传统，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组成的社团，比如说可能是热音社，或是舞蹈社，或是什么画画社，哈，大家除了有共同兴趣之外，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社团都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到外面去服务社区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所哈，比如说养护中心可能也会常常有学生的社团去那边表演给老人家看这样。所以我们在谈说学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2种，一种是有到学校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好，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好像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好，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好，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好，就是在警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志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认为这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哦，哈，可以哦，哈。好，是在比例上啊，我们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有些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去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好，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他在做什么？帮忙接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回答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了，对不对？好，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紧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个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好，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然后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好，这个是另外一个类型。好，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哈，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朋友哈，现在啊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一种类型比较会有？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分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可以看到叫诊
到志工？教学意愿，好，教学意愿好。那教学意愿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升学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放在后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跟刚刚这两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哈，换个方式问叫做，通常哈，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三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打？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庭验大概都知道你要去看什么嘛。好，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医院会探听一下说，医院的什么科哪个医生比较好，对不对？好，再来一个，这三种等级的医院去哪里要排比较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哪里排吗？为什么？你怎么没晓得你才去？为什么？什么东西？你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哦，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或者他问我这个问题，分享讯息。最重要的是，当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想象上我可能会比别人快一点获得服务，对不对？我讲了三个字很重要，叫做想象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蛮流行去当志工，要不然其实以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概念，大家都会觉得医院会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观念的转换。
有家必主，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所约9月10号，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日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讨教，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这个同志，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福社会之下，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黄院长，以及真侪位立法委员自公是呢，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也有咱一贯做总会理事长，也有咱这个科技朱理事长，加上咱毛委员，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议长，以及咱多多黄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基础学苗的这个改善人，尤其今仔日会甲咱大家来甲咱几个尤其咱学苗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姜老先生代表来改善人，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韩金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苏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意见人代表，有咱前进中华建设先生、老蔡天老先生代表，有咱台南县办事处这个陈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学者江正苗老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条例陈先生代表，新的条例姜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人各位英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先人，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首先感谢上天慈悲先佛的庇佑，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及道场的先贤大德的扶持，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弘扬义和圣人独成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令人喜悦而感动的好日子。除了见证圣人的庄严与美好，更希望以道大捷，将我的理念普及，让我们社会不孝，和谐依照的感恩与感谢。咱无注意大捷，将我人上理念普及达成。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首先感谢主办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以及台湾青年会，以及台南县政府及协办单位，我郑重恭祝。
南美苏阳圣德医，以特殊城中心当地，而性能就是爱机会的协助，要有经济部委员会支持委员，全体有机的前人员，认真尽力的交力，将社会自尊。 Gracias.
秋季大典一个短期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堂今天大典这一天开坛，我代表香港新义的经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经义圣堂的陈先生周点的师还有其他各位讲师，我为他们致以高兴。我们老先人追求到现在14年，我们大家都是新义的同学。那么在这个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讲到大先人，那么怎么报法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呢，不超过10位讲师，大概是8位，也不说14位。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在这个关我老先生都有会有。这个都是主要要到点迅速开往，也就是这个义和圣堂的各位兄弟姊妹，幕后中大会报告，大会报告。用实际的案例这个行动还有在台楼下等您，谢谢。到达和谐。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来宾和领事在台楼下等您，谢谢。温和庄严的说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有陈选遗失OK 外面按6月银色的手机，如有时候请支付开口台，谢谢。听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的，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内部好多些人叫好多，也内部上些思维的。那么我就不讲了。我讲最后，我送给义和圣堂这个结果，道西永固，道大会西。报告，大会报告。来宾从这点这是一个永固的先生呀，这样能到你谢谢。德贝法方，我们行道这种德，将来一步一步逐渐这是全世界把我们的天道的光辉发扬出去。谢谢各位。将来他们跟多少届的毕业能够的开始，是来自的多的，一把平常都到这毕业，现在做的开始，对咱语文系统来讲，我多还是多的，一把同学好，同学好。
我院长黄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很优秀的人，当老先生，一路先生，咱一贯的传统中培，咱来讲老先生的历史，咱来因为勇敢，我老先生，咱各位老先生，各位养老师。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同亲，咱的小朋友，各位朋友，大家来自中央各级文物历史馆，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班长太有礼貌，跟各位同亲、各位朋友，各位是帮先生。咱是一个真历史文字。我老先生即我有大家讲过，咱一贯都一年有4个这个活动，咱今日是收节，是日子。咱有幸人会当用着相好一个日子，那么来对有幸人配用。语言检查英文的这个能力，因为咱历史咱不一样，做来参加，来有幸人收入咱这个幸福来管理来讨论，不但讲管理，是讨论。咱有幸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加上。那么变这条决定，现在进奖的来准备，开始历史大题，这条呢，是咱模拟主题，那么出现，咱的理由，所以咱能够让国家分析分析，提升问题，大家呢，能够接刷。检查，完了，最好咱能够处理完满来完成咱性格的理解。今仔日，咱来一面了解的，就是说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多元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咱来。前论会处理那么共同，来达成的道理。所以这道理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有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有特殊的一个方面的。咱来所在，一般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将近。200万，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不足，会当我们大家遵守啊，唔能去遵守保佑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做法。所以呢，有这个一贯的存在，一贯的作用，那么呢，社会更加安定，人心更加祥和。所以今日咱这个内容有真历史意义的，咱希望讲，咱对今日开始，咱关于有这个遮大的论文开始来主张的。
增加中原的情况，希望咱来努力做咱年轻人和重要的农业英雄。那么，会让咱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父亲恭祝咱所有贵宾、各位同志们，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盼到在道路更加精进，更加发挥，多谢各位，感谢各位。咁咱有機會先翻嚟嘅歌咧，希望以呢種嘅歌咧，即係變成咧，會得嚟交流嘅好好嘅條件，然後咧，會得好好嚟建設嘅家庭，好好嚟實現咗呢啲現人生活嘅呢個方面，會得達到咗呢啲變化，加當成咧我們自己真係歌咧感謝。接下來在中間嘅所環繞嘅關係嘅地圖他係呢嘅大家係中間來記。大會對些政府的指標，咱高標電碼，以及咱電話的通議表，以及校議會，咱一貫的經濟中港古老前人。從歷史表，從地理，以及咱科技歷史表，咱關於嘅個儀表，都要交給大家對個儀表，咱功勞前人，以及各位前人，各位家長書。各位道親，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這個日子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對咱一個道親來講，今日是咱老母娘。靈靈上帝，聖誕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修題大典，更加讓咱感覺無限莊嚴的所在，就是咱新灣山義和聖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來自全國各地咱地管道的道親，今日心內抱着無限尊敬、感恩的心情，來到咱新灣山，看到這種遮爾偉大的建築物，是咱干老先人，以及咱政府的指標，各位家傳書，各位道親的奉獻、付出之下，以台灣的過去南華保公聖堂。咱地管道保公所，而且遐爾偉大的建築，會當做是台灣另外一位，互咱非常欣賞、尊敬的地管道人民島的信仰中心來建立。大家
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后前年咱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湾山娱乐性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性格，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讲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奉献牺牲的点传珠，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员工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行业，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推动，吸引国际的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3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娱乐性德，咱新湾山这个一贯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仰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自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后前年政府理事长、各位点传珠、各位道亲，表示12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道亲，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重要的外宾、欢迎而且呢，总统也来台湾代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国会领袖，咱王议长，自早起的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代表甲王议长来表示12万分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多环境的大会报告，南市大会报告，来宾请听友，来宾请听友，请示发表
接下来咱来共听着中华民国1万个国会王理事长分别大会咱记住，请伊个参加，共请伊咱记住。我
就是从发展的各本事，到了民国年代，支持共产党开展农工化去开展，到年已经有变化。今天咱们中国政府要求可以进入人团的会议。电脑平台如何共同实现高速发展呢？咱们按照这样来来，它主要更加繁荣、更加科幻、科技这方面呢，是我们啊努力一定要做的，没有宏观跟不是高一来中华人，以以前的人文化合作重点，力量服务平衡，有修正平衡，就是有咱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发展中华，包括实现自由文明的发展，积极就业下跌，各方面。依法执行的世界是终极条件，共同大家理解。最后，今晚政府有法成功，各位中华贵宾敬中国来，心想祝福。各位老人民，在你面前，首先谢谢我们，心心平安。谢谢大家。那么我们谢谢各位各些开始各些说的自然同学大家今年的这样的意义这些帮助是来到我们标会以及来不断的首先说的这些礼物到底达到了作为这些统计，这些都在我们在统计的相关的钢铁的都积极性的来做有关的这些再来用这样的科技主力主义工业来例子，那么第一个用这样的技术性的来例子。把它推拿
再来咧，咱来中听的迄个考虑几个这个基础来的咱历史，这咱一个咧讲讲来中听伊咱历史。大会主席就定义，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王秘书长以及咱的朱秘书长，咱贺启明朱秘书长，咱所有的监理、点办书、关主、导师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晚呢，咱来参加咱今日义和课程正式来开幕来启用，看到这个舞台的景观，特别是嘉南关这个好风景区，乌山水库这个所在，差不多顶会使讲是偌济真重要的观光地区，一定会从嘉南关。这个观光文化带来民族的高调，除了这对着台湾关的故事以外，我相信咱的民间义和精神的启用，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另外一个坚持正确的一个所在，所以真欢喜咱这义和精神会当正式来开幕启用，咧做一次机会来不满咱遮所有的热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开机前会当发扬光大，互咱这个热心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顶层之下的大家拢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的各位，咱遮的热心，以及咱遮的贵宾，感谢各位，谢谢。感谢咱黄委员的这个介绍，我哋我来到咱这个先进这个家里就当前咱黄委员的以努力的意义。加上这个地铁的来刚才，接下来用这个公共建设经济里面来讲历史，这个地铁的用这样的历史。我相信。
说，有没有听过永龄基金会？永龄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的，知道吗？对，郭台铭的女儿啊，他们的董事长，新任董事长是郭台铭的。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种基金会嘛做这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相连在一起，大家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有的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八八风灾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有机农场，就是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嘛，都是有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也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房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叫做社区一家？应该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哈？信义房屋它从几年前开始哈，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叫他们拨出了一笔很大的经费，然后在10年间要补助你是人民团体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你自己个人，不能我们自己的个人，不用用团体的很好。可以去主动提出方案，要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贡献的事情，然后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就补助你钱去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好，新房会用这件事情会用很多。好，新房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会有一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清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一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是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2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有在行销的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拿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哈，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哈，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你被这个卖衣服的志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上所有的过年的哈，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租赁家庭没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租赁部了，对不对？可能选很慢。好，这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没有说这样是不好的，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再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好，什么是时间银行？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被讨论很久，可是在台湾之前曾经实办过，可是没有成功。那在日本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但是后来被讨论的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它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像我们这样，或者是好像它在一个社团里面，我觉得它是蛮值得被尝试的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会的东西，或者是你会有时间，那你可能贡献你的时间或你会的东西来为别人做服务，然后把它累积成时数，换得以后的做服务。什么意思？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发展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志愿服务手册，对不对？上这个社会服务手册，好，还没有领到这样的形象。你们每个都有存折，对不对？我们是6个小平台，都有存折，对不对？你会把钱存进去，交易的时候再把它提出来。好，交易的时候再提出来。时间银行有点是这个概念，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刚讲过我的专业或是我会的东西叫做社工，叫做社会福利。今天那个各位姐姐来找我，跟我说她有一个朋
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跟相关的程序，他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是我会，好，说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指导手册，我可能用了4个小时。好，这4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可能这样断断续续起来4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哈，就会有4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好，那个换各位大哥，好，一家人想出去旅游，一家人这种情况糟糕，没有人去照顾，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养狗有养猫，我们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朱小姐跟那种家人要出国1个礼拜了，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能把狗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就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资源服务，他就帮我证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有没有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我累积了20个小时，有一天，我想说，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是说，最近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她很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就说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然后她是志愿服务她教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我先换10个小时，就是1个礼拜呢2个小时，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个就是时间平衡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叫做时间平衡的概念。那我觉得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东西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现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希望是那边的志工帮我提供服务，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你有第二层，你每公你要几点代表银行那样嘛，你才管买单那样早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的制度。可是中间有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能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居住的地方，或者我们居住地方与不一样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可以交换看，这个是时间平衡的概念。那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志愿服务的2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或者我们刚刚讲到家庭志工的概念，所以讲到小朋友，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辈比如说像我们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出生，或者是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身心高度关怀据点里面都是老人服务所以志工呢会就开始有很老的当志工，接下来是当志工，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的是退休的，比较有空，就会比较出来当志工，这个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改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比如说好像听说当志工会有分数，对不对？得到一个分数。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志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用当志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体系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设计的计划，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就我们以前因为
这样认为啦，好，所以我们就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里长啊，社区的理事长对吧？都会有那个里民来说，对，你哪个庙是要啥要这个来正解那。这个人有去出现做2个小时的还好一点，这种是直接就是邪祸灵哈，念正解经啊，然后里面我在正什么一个脏话一个脏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冠职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他要先努力的参与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妹，他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你猜猜。好，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你们学校做媒合会每个人去打扫哪里？校园。老师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好，这个还算是不错。有过经验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媒合做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哦。志愿服务这个也算好的。图书馆。家人没跟我说他做什么，知道吗？你们常常现在去市区或这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纸包拿发票，有没有？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我有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们那边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我说至少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像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或是那种卧病太穷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所以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是 OK。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不知道。这是一整个大怒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年纪大哥的小孩，我说你们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站外面哦，站2个小时而且他这里站2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了农地法他国中生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里站2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不然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有人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理解可能会做这个服务的是经理好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连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再看一下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过任何的志愿服务一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是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一项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
向儿童借力量。不到10点，隔壁的保育员小朋友到中心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库市的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顾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顾员，星期六、日与暑假来报告。他们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已有25个儿童照顾员。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一番の支持の認証の人が、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デイサービスに入れるという現実は、中に子供がいて、おはようおばあちゃんが声で、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という安心感が。透过儿童照顾员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化经历，也懂得和长辈相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と関わるということが、少なかったのが、お宅の利用者さんの名前を覚えているですね。あとは、お家に帰っても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の話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り、学校の日記に、たくさんお宅のことが出るような形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除了儿童照顾员制度，绿多福日照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便可以领取报酬，吞咽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吞咽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预防肺炎。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绿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会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その人のできることを彼女として、それを時間の許す限り見て、自分の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自分の行動が1から0から100まで終了できるように、私は見守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脚、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为人子女都不见得做得到。我慢して認知症のケアをしていることではない。認知症の人もスタッフも同じ空間でみんな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するというのがベースになるので、介護している疲れたことは聞いたことはないです。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优秀。这个小朋友，我们前几天看到他是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去唱歌跳舞，这个小朋友他达到了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了，他不能像那个照顾员一样做照顾啊，但是他达到了慰藉。来打爸爸妈妈就开心哈，可能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扶持，所以你看哦，这样子开心就是有不错的，对不对？好，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
活动叫做阿公阿嬷剧场，然后呢，他就放他们的成果照片给我们看，然后就看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去拜访阿公阿嬷，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有一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呢，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跟阿公阿嬷去学习一些在六规，然后他们还在运动，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在演这个戏的过程。然后就他们的报告结束之后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方案约的方案的经常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跟这些来参加阿公阿嬷相处，你们跟这些阿公阿嬷相处，跟你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嬷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来活动面试跟你阿公阿嬷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跟阿公阿嬷，那个主要负责的这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嬷，这样子他是真的没有啦，他不是借口啦然后就下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阿公阿嬷跟我讲话会顶嘴会觉得他很烦就不想跟他讲话那个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你们觉得他怎么说？你觉得他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啦，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讲话客气。所以，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嘛？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嬷，自己阿公阿嬷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嬷，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志愿服务的部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呢，我们怎么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或者是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这个东西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女叫维莎修女，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会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他们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这个辅仁大学他们的其中一个学生。
那个是说用心去，然后用手去读，用心去爱，用手去做。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叫做天赋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堂课出现的前面都没有出现。学习。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到国外去当志工呢，有的时候叫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也叫做为什么哈？我们自己平常在学在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现在大学校，然后后在一个好多的女生，就好像说做服务，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叫做服务学习是服务。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为什么我这样说哈？因为曾经有很多人质疑我们，跟我们说。台湾很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帮助我？为什么不要在台湾弄就好？你光机票加住宿，我们这些钱成本也很高呢。这些钱可能你在台湾就可以跟更多的人啊，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学习这两个字出现？我们在台湾哈，我想我们经历过大专，就是你念大学，或是现在的小朋友念高中或是大学，都有这个经验。社团去一些所谓的偏乡做服务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生命比较传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那里要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有理念，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那就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还有去
每天早上也是大家习惯很早起床，就一直等到9点还不吃早餐，10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了没有？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怎么都不让我们去做服务这样等了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个服务，今天晚间就早上1点多好吃晚饭，你们休息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好不容易2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因为他们是过去是做经理，所以他们跟我们爱喝下午茶，每天要早茶要下午茶。4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4点多了，天要黑了才去做服务我们非常的急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嘛？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等服务、喝下午茶、等待下一件事情？我们大概经历了大概3、4天的焦虑，非常的焦虑你们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的老师或者学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学生都来告诉你说，老师我不知道来干嘛嘛，就非常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同学孩子嘛都很听话，就是老师要说要做这个观察，大家就努力的来观察，变成他们做的一件事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10点吃早餐，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工作。为什么？他下午一定是4点才开始工作，3点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大中1点到2点、1点到3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真的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服务，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服务，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习到你怎么样去尊重人。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都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一样是那个青少年，就是有一组刚讲到我们来看就是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到县政府，那时候还有到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学校的这个系长期在这个社区做服务。我知道这件事情到我国经过了7、8年，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在同一个社区一模一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就比较偏乡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是那几个？是不是？一定是嘛，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这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是住在那里的？他们的那个小朋友他们活动操作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所以会很花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你们要想大学念4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你的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轮回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大学念2次因为他有9年的时间那你会说，可是老师我每次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对小朋友很高兴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的选择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乡他们地方是很多老师家长一定就是说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然后偏乡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兰屿国中的小朋友拍了一个纪录
里面叫做我的候鸟老师，因为所有会去蓝屿当老师的人都去一点就走，像候鸟这样。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好，小朋友暑假就是年纪到最开始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营队的社团每年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教案从来不改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9年，你大学都念完大学，你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的，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你也是认识他的，他到国三，他还在参加一模一样的活动。你们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你很伟大哈。可是仔细想想，不是这样，跟着小朋友蛮可怜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我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这些大学生，你们念的大学，比如说大学有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刻意课人来修，不会开不成，那我就乱教，就烂教，再教嘛。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个老师不负责任？所以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招好一班小学生在那里让我带吧，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参加。好，那我觉得其实我昨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越来越大之后，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我觉得这个很必要检讨，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我就是很了不起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以前我听过的例子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面子来感到老师们就很多家长就说，妈妈你跟大姐姐很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啦。好，变得其实小朋友跟你面子，宝宝们会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在所有的过程里面，反而你自己要有一些学习，要怎么样去理解。好。最后讲一个，然后我超过时间了。那你也不要看我要讲好。最后最近还有一个是叫做打工换手奖，那个出国的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就是出国去工作，然后赚了钱就来玩那在台湾现在流行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手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三明水秀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呢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数位爆炸，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他们怎么宣传他们的社区。然后刚好这样刚好那个阿公的叔叔会做网站的又出现了他就说，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免费来教我们的小朋友会做网站。你来的期间做的事是我们负责，而且我们带你当不只要出网，要打工换这个概念。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临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旅游社区或是风景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他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这个在哪里看什么概念？好，后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志工，所以我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人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也是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志工又当个有意，然后他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跟心情。好，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往那个地方去走。好，谢谢大家。讲师他们有时候在我们12点3分觉得
表扬结束这堂课。那我们先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太小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刚才给我一句话，我会非常的感动，说我们是当志工呢，就是可以让人开心的，就是当志工。这句话我有把它放在我的 Facebook。所以呢，我想展示给我们很多当志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我们是今天我们上课都没有鞠躬。哎，好。那我们要回复那个我们原来上课是都要起立，然后我们就是让大众去起立。我们感谢一下我们讲师我们的开工，来自大职工来再次热烈掌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翻到我们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讲师大众请就位。好，来操作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中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30，然后不过在这边同时这次就是我们第三。好。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在精神更好一点然后首先呢希望有些继续吃因为我刚刚吃了吃完才不会浪费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那待会上课的内容大概会用文页然后用一些影片穿插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志愿服务的一些现况跟我有接触到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应该今天是课训练对然后这个是基础所以应该这个概念你们应该会在这几天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听到到底什么是志愿服务然后什么是志工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当志工这些超多一个要不了解你们会一起知道那在我们要进入说现在的志愿服务趋势是什么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台湾的这种志愿服务的类型这个就要先关掉先问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你们都有当过志工的经验吗？还是正准备要去当志工？正准备有当过志工经验的伙伴可以请举手。好，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们你们在哪里当志工？在家里。我听错了吗？在家里，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我？在家里帮妈妈扫地，倒垃圾。好，来再问一下，请问有过经验的伙伴，你们在哪里当志工？环保志工，还有呢？图书馆、义卖，帮谁义卖？那个慈善团体，做义卖，还有没有？在养护中心，在特殊的机构里面当志工，还有吗？在社区里面当志工，还有没有？有没有你去当志工的地方，或是去当志工的单位，跟刚刚前面讲到的不一样？一般的一些宗教团体里面还有呢？差不多听起来差不多是这样。那刚刚是有经验的人刚刚有些伙伴说，我还没有经验我正准备要去当志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些正准备要去当志工的准备要去哪里当志工？都可以，还没有确定，就是先来上课准备起来，请回转
课呢，这个过去是除了待会我们先跟大家讲，现在大概在台湾当志工大概大家都在哪些地方当志工，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内容我们会再来讲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也叫做当志工那为什么要这样告诉大家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说，因为我比较多的机会是在社区里面跟这些民众互动当我们在社区里面说要鼓励大家来做公共参与或者是当志工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就觉得当志工有时间是一回事，可是好像要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好，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志工也是很简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比较一般的我们台湾的民众参与志愿服务大概是几种类型第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公共服务类型我们刚刚有一个直接讲到在养护中心，对不对？这个就是社会福利类型的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各县市来调查一下，我们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南市，对不对？其实台南市以外来的举手。对，我们都有嘛那来调查一下知道在你所在的县市不管你是台南还是你自己的高雄，或是你从家里来的你知道在你住的那个地方有这些单位吗？老人中心儿童中心，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你可能不见得去过，但是你知道有这些地方，有知道所以这个都叫做社会福利型的公共服务的地方意思就是这些单位他在做的是社会福利的服务，然后很多都是公家单位来成立的。那会有一些是私人单位成立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养护中心，还有很是公立的也有福利的。那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志工，刚刚我们也有那个参与的伙伴提到在社区里面当志工会把它纳入这个是在社会福利系，然后做公共服务的部分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校做服务的比如说学校做服务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我到学校去服务人家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学校做服务，会去当学校的志工？也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你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去当学校当志工？来，我们在座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或是有孙子的举手，你是当阿公阿妈，是当爸爸妈妈的。然后先举手然后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学龄在学校念书的，那你们有没有？怎么有人先举手？吓到我了。不是问你有没有在上学问你有没有小朋友你有小朋友吗？当爸爸妈妈没有啦不要吓我，这样我就要把你转介给刚刚的诗诗老师。开始突然对手进来，就是你们家有小朋友，然后已经就学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当志工？都没有。你们念哪个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充分的师资资源，都不需要任何的志工在学校帮忙？都没有那你们送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门口有那个导护妈妈、导护爸爸？那个都是志工，然后还会有人家小朋友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晨光时间，会有人去讲故事，带他们读经。这个都是去当志工的一些，多数都是学校里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种，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是中午在学校里面吃营养午餐，去学校帮小朋友看本，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就做过这件事，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志工现在还有这种分类这样。中午的时候帮小朋友营养午餐那个准备这个是学校的部分。我们刚刚说学校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去他当志工刚刚这边讲到的课后照顾，我的学校会推动课后照顾，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有空的爸爸妈妈用下午的时间放学过去辅导小朋友做课业，这
校的类型的服务的时候，大概会有2种，一种是有教学下去，从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好，那学校的学生出来做服务的部分，等下后面部分再讲到。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蛮常看到的，尤其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上下班时间会有义警，对不对？就是在指挥交通，帮忙指挥交通，然后还会有消防单位的时候会有义消，那社区里面会有巡守队，就是在行政消防的单位的部分，也有很多人在当职工。义警跟义消，通常是什么人去做？我再问的更清楚一点，男生跟女生，那女生怎么可以去？可以哦，可以哦。好，是在比例上我们会感觉看到的是男生多。好，再来有些是我们常会遇到的，我们去户政事务所，如果要去办一些服务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很多的邮局也有，对不对？都会有一个服务的台子，然后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通常这个人的角色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被服务过？他在做什么？帮忙贴单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回答一些问题，尤其是现在邮局都常常很多了，对不对？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业务要很复杂，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的业务不需要到窗口，或是原来你问的这种咨询服务的人都才知道，原来你要办的事情在这里办。所以这是户政体系，再来是环境跟环保类型。刚刚我们有一个大哥有提到在做环保志工，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再来一个卫生所、医院，有没有伙伴在医院当志工？这边没有，这边刚好没有。我听说不止听说啦，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有一些朋友现在大家都蛮喜欢去医院当志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我先问一个问题，通常会有志工的医院是诊所、地区型的医院、教学医院，哪一种类型比较会有？你去的医院哪一种？我刚讲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有分等级，对不对？在我们家附近你会看到叫诊所，然后会有一些叫地区型的，然后再来最大型的就是所谓的医学教学中心那种，这种就是什么像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成大，比如说这种这3个等级、这3个类别的医疗处所如果我们都有去过，假设这3个地方我们都有去过可能是去看病或是自己有机会去看医生。你在这3个你在哪里会遇到志工？教学医院，教学医院那教学医院比较常会遇到志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医院当志工，你觉得是为什么？为什么？升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之一，放在后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跟刚刚这2个问题有关联哦。哪一种等级的医疗处所会有志工？然后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医院当志工，去医疗处所当志工，你觉得为什么？换个方式问叫做通常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打听说我想要去看医生，哪个医生比较好？这3种等级哪一种你才会去看？教学医院嘛，对不对？诊所，你只要出题列表，大概都知道你要去看什么嘛。一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或是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要去大
可以知道一些当你需要用的时候比较多的讯息，对不对？知道哦，哪个医生这一科哪个医生好，或